投过胎的都知道，孟婆的汤要喝7分饱，得留3分即兴给阎罗王兜里塞红包，下意识才能投个好胎。叶天本打算用阴阳玉牌给自己换个首富老爹，可偏偏没经住孟婆的诱惑，一连喝了18碗孟婆汤，不仅忘了给阎罗王塞红包，更是拉着孟婆拜天地。阎罗王一怒之下把叶天踹进轮回井，投胎成了负债9999999的富二代。别跑！我他妈来了！狗崽子，你不是喜欢跑吗？看你这回往哪儿跑！说欠马爷的80万，什么时候还？啊，我记得我爸只借了30万。30万，那是你逃跑前的价。我尼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叶天破罐子破摔，直接抱头蹲好，熟练的让人心疼。混混一见状掏出金箍棒一杆清台，把叶天当成台球打。这玉不错，交出来，老子饶你一命。警察叔叔，救命啊！混混发现被骗，可转头找寻时，叶天已经骑着小电驴消失在街口。死里逃生的叶天骑着小电驴上了成华大道，恨不得把油门拧冒烟。爷爷可是快递界的博尔特，想追我的小飞棍，下辈子撞大运吧。就在叶天准备去2仙桥时，额头上的鲜血悄咪咪滴在胸前的玉牌上，顷刻白光骤起。我操！我靠，怎么是物理意义上的撞大运啊？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吾皇万岁万岁！突然，大殿内闪过一道奇光，叶天骑着小电驴一脚刹停在大殿中央。众卿家，一脸懵逼的叶天四处张望，把端坐龙椅的威严女帝看得一脸娇羞。什么情况？一个大运给我撞横店了！我伤口怎么也愈合了？我操！我不会是穿越了吧？片刻沉寂后，众人骚动，大殿内乱成一团。来人呐！救驾！有刺客！没等叶天看清情况，众侍卫一拥而上把叶天制住。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将军，咱们的大计。陛下此次出行极为隐秘，此人突然出现，定是刺客。叶天猛地抬头，眼前楚人的大饼脸竟与混混一的脸有10分相似。原来是你个龟孙演我，你有种放开我！出来单挑啊！放肆！朝堂重地，岂容你大呼小叫？陛下，此人奇装异服，定是敌国贼人，依臣之见，宁杀错，勿放过。砍了他的斗头，也是对陛下安危负责。瞬间，被诬陷成刺客的叶天，脖子上架起数把屠龙刀。我操，来真的！楚将军所言。没等女帝说完，一名传令兵狼狈闯进大殿。报，陛下不好了，前方5万敌军来袭。什么？母后，此地离慕容海将军掌管的天卫军最近，若是能将消息及时送到，便可解此次危机。两地往返至少3个时辰，以现在敌军的前行速度，殿下怕是想让慕容将军来给我们收尸啊！众爱卿，可还有良策？叶天转头看向穿越时骑来的小电驴。陛下，我有办法半个时辰将消息送到。叶天一脸纯真的朝着女帝举起小手。报告女帝，我有一计。当真？你若真能把消息送到天卫军营，朕可饶你一命。陛下，那是我的坐骑，名为小飞棍，几百里路也只要1个时辰。闻言，原本安安静静待在大殿中央的小飞棍闪烁车灯，直接原地翘头。绝对不可能，本将军的飞炉都做不到，就凭你那破烂。要是我做到了怎么办？你要能做到，本将军跪下叫你爹。但陛下，若此物真有他说的如此神奇，那他定是想趁机逃跑。我你妈！母后，若真如他所言，儿臣愿同他一同前往。不可，更不可！那破东西狭窄异常，殿下贵为大夏公主，怎可与贼人同城？而且若贼子对殿下暗藏杀心的话……女帝听后，盯着叶天皱紧眉头。为大夏，为母后，儿臣虽死无悔。那此事便交给玄儿了。儿臣遵命。叶天推着小电驴来到江玄面前，上下打量着他那身重甲。江玄将军，你盔甲太厚，我怕我的小飞棍受不了，你能不能卸个甲？我操！放肆！大战当前，你敢让本将军卸甲？咱是去送信，又不是去打仗嘛。况且你穿的越多，我们消耗的时间越久。江玄闻言，红着脸脱掉甲胄，一双硕大的胸大肌顷刻弹出，吓得叶天捂住双眼。电动车后座的江玄被挤得面红耳赤，身体跟着电动车上下翻飞，而猛拧油门的叶天鼻血狂喷，正幻想和江玄生的孩子叫什么时，突然一众蛮族骑军挡住叶天去路。来者何人？喂，你丫的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蛮军骑兵脸色大变，吹响号角，唤出无数骑兵堵住叶天后路。果然不出蛮大人所料，他们是去求援的大夏人。杀啊！为了茄子2块5一斤。是蛮军，我们被包围了，快跑！小 case， 抱紧我，爷的小飞棍要起飞喽！电动车贴壁飞驰，撵着骑兵的大脸疾驰而过。第一次感受小飞棍的江玄早已被惊得花容失色，整个人都粘在叶天后背。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美女搂腰，好大，好软。江玄将军，您没事吧？放心，他们追不上的。江玄羞红了脸，强装镇定。蛮族大渊马以速度闻名天下，没想到公子的小飞棍更胜一筹。他爹的那是什么鬼东西？烟尘散去，叶天一脚急刹，停在一座插着慕容军旗的大营前。亲，你的快递到了，请签收。是江玄将军，快去请慕容将军。母后，儿臣回来了。到，慕容将军带头杀敌，蛮贼节节败退。将军此刻正在追杀敌方残军。听闻大夏捷报，女帝面露喜色，赶忙上前扶起江玄与叶天。玄儿和义师为大夏立了大功啊！儿臣不敢居功，多亏叶公子，连敌军的大渊马也无法与小飞棍一较高下。好，多亏义师出手相助。陛下，那我朕不仅要免你的罪，还要重重赏你。叶天，叩谢陛下。不可，陛下，此贼来历不明，其中一幅也非我大夏子民，不可重赏。楚人冷眼环视众人，引得众人纷纷附和。陛下三思，楚将军所言极是啊，非我大夏子民，其心必异。女帝脸色骤变，瞪向附和之人。母后，要不让叶公子做我进士，由儿臣亲自监督。不行，绝对不行！殿下贵为公主。好主意，玄儿不仅是大夏将军，自幼习武，连楚将军也不是对手。让叶天做我大夏公主的进士，也算是重赏了。陛下，他不过一个小小贱民，怎能常伴公主左右啊？朕意已决，不必多言。除此之外，回朝之后，朕要再赏你黄金千两。我靠，老子这回真撞大运了。出巡之事已经泄露，即刻回京。且慢，陛下，我还有话要说。被叶天阻拦回宫的女帝一脸困惑，只见叶天鼻孔朝天，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到楚人面前。嘿，老东西 ，Who is your daddy？你小子在说什么？老夫听不懂。你爹在此，还不赶紧拜见你爹？楚人被气得吹胡子瞪眼，从腰间抽出利剑，怒指叶天。受此，老子杀了你！朕倒是忘了，楚将军，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陛下，臣。楚人环顾四周，众大臣却只敢低头。咋地？还想杀你爹不成？爹，大点声，没吃饭啊？爹，好儿子，该给爹跪下磕头了。兔崽子，你不要欺人太甚。楚将军，愿赌服输啊！不可能，本将军绝不跪你这种贱种。眼看楚人耍赖，叶天转头向女帝告状。陛下，你看他一点都不像个将军，难道说大夏的将军都像他这般言而无信啊？楚人还不跪下？陛下，你敢抗旨？楚人见女帝动怒，只能吃下哑巴亏。爹，陛下，慕容将军被蛮贼偷袭，受了刀伤。什么？慕容海参见陛下。老将军无需多礼。多谢陛下来看老臣。老将军为大夏负伤，是朕要谢谢老将军才对啊。太医，慕容将军伤情如何？正为慕容海包扎的太医一脸绝望，脑袋摇成了拨浪鼓。回陛下，慕容将军受伤严重，若是无法止血，恐生阳症啊。什么？阳症可是无药可治的绝症啊！阳症是什么东西？江玄附耳为叶天解答，可叶天两眼却盯在江玄的胸大肌上，满脸享受。阳症当真无药可医吗？微臣5代从医，从未听闻此症可医，如今只能看慕容将军的造化了。就在众人悲痛，准备掏出碗筷开席时，叶天突然跳出。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不就被砍了一刀？放肆！慕容将军为国负伤，乃我大夏功臣，岂容你一个庶子小儿轻视？眼看形势不妙，江玄赶忙拉了拉叶天的胳膊。不就消毒加缝线吗？我在宠物医院兼职，天天给狗子嘎蛋，天天缝。庶子小儿狂妄自大，老夫5代行医未闻阳症蒙治，就凭你，属实笑话。老小子，若我把他治好了怎么说？若你能治好，老夫拜你为师；若不能，你便是欺君，按律当诛。哎，为师今天就让你这猎徒开开眼，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嘎蛋生手。刚好这次给客户送的是医疗箱。叶天拉着慕容海的胳膊，晃动手中红星二锅头，忍一下，可能有一点疼。可笑，本将军岂会怕？没等慕容海说完，二锅头就被叶天一股脑倒在伤口上，慕容海立马变如脸，痛苦的哀嚎直接掀翻众人头盖骨。不好意思，职业病犯了。众人看着面目狰狞的慕容海，一脸愁容。畜生，当众竟还敢行刺！慕容海将军为国受伤，还要遭受如此酷刑！来人呐，把这杂碎给我拿下！且慢，我且看看。神迹啊，止血了，竟然真的止住了。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乖徒儿，师傅一会儿给你买糖吃。叶天，你接连立下2项大功，朕便封你个8品带刀侍卫，赏金玉1箱，以后就跟在公主身边吧。老子这辈子就没这么富过啊！要是能带回现实，老子就不用当富二代了。叶天摸了摸胸前玉牌，大哥，求求你把我送回去吧。即便叶天求了1坤年，可玉牌一点反应也没有。妈妈，那是什么？孩子，那是垃圾。你丫的才是垃圾！等等，我回来了。回到现实的叶天马不停蹄来到全城最大的玉石商铺，打算找人鉴定一下从大夏带回的翡翠值不值钱。可没等叶天踏进帝豪玉石的大门，就被一名小保安推倒在地。滚！臭送快递的也配来这？敢打扰贵客，信不信老子抽死你！狗汪，你忘了，我俩是高中同学啊，是我叶天。哼，大爷，我可是高端人士。你高中没生活费，我还请你吃了3个月的泡面啊！放屁！编，你继续编，还请我。叶天从怀中掏出1块翡翠，举到狗旺眼前。我是来做生意的，是顾客，知道这是啥吗？帝皇翡翠。我呸！你丫穷疯了吧？找块玻璃就敢冒充帝皇翡翠？刘总一脸高冷，转头却盯向叶天手中的翡翠。小兄弟，你手上的玉石能否让我长长眼？当然可以。哇！刘总，他就一破送外卖的，身上全是臭水沟老鼠味，能有什么好东西？竟然是帝皇翡翠，还是满绿古玉，小兄弟1000万卖吗？我收了。什么？卖，但是不卖帝豪玉石。帝豪玉石的保安牛啊，店大欺客，我可惹不起。刘总面色一寒，转身瞪得狗旺双腿发颤，直接瘫坐在地。刘总，我不知道。你被开除了，现在立马离开帝豪玉石。刘总，我错了，你不要开除我。老同学，帮帮我，我们可是异父异母的亲同学。喂，爹，什么？我这就去医院。刘总，1000万我卖了。老东西还想报警？你现在80万今天必须拿给我，警察来了都没用。80万？我哪来的80万啊？没有钱，没钱还看什么病？一旁的2名打手气势汹汹地走向病床上，抬手准备拔掉叶母的氧气管。小兄弟，求求你了，先让我老伴儿做手术，钱我一定想办法凑。讲个屁！要么给钱，要么去死啊！这时，叶天领着麻袋推门而入，正巧看见2名混混要拔母亲的氧气管。住手！王八蛋，老子弄死你！小天，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让老子好找。80万，老子的钱呢？什么80万？我爸明明只欠你们30万。少废话！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哼！你们这群杀千刀的畜生，你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吗？眼看混混一脸色突变，抄起钢管挥向叶府。叶天慌忙丢出手上的袋子。我有钱，这是100万。算你走运，多余的钱就当你送伟哥的茶水钱了。兄弟们，撤！眼看混混拎袋离开，叶天上前扶起惊慌失措的叶府。小天啊，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爸，你放心，钱来路很正，我遇到个好领导，这钱都是他预支给我的工资。叶天从怀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这卡里还有500万，你拿着给妈治病，咱就请最好的医生给我妈找最好的病房住。我儿出息了，小爷早晚有一天要让你们跪在我面前把钱吐出来。玉牌果然是穿越的道具，有了它，我就能在2个世界当导演，哪怕大夏的一只夜壶，在古玩市场都能卖出天价。如果我再弄些现代的东西，跟漂亮女帝换些瓶瓶罐罐，哈哈哈，老子终于要发了，终于要成首富了。大白天的鬼鬼祟祟的，不会是遭贼了吧？叶天跟踪神秘人来到一处柴房。主上说了，女帝那贱人必须死。跟踪神秘人来到柴房的叶天，小心翼翼凑到门口偷听。我已经安排好了刺客，那个贱货，我一定要杀了他。大夏终归是将军和主人的天下，哈哈哈。不好，这帮狗贼居然敢刺杀女帝！女帝可是老子的进货商，她死了，老子的首富梦还怎么做？到了养心殿，叶天推门而入，硕大的宫殿内飘满轻纱幔帐，不愧是女帝住的店儿，也不知道女帝醒没醒。纱布随风飘动，女帝长发披肩，露出玲珑有致的后背。女帝的背居然这么白，不拔罐可惜了，怎么看都不像当妈的人。朕的衣服呢？叶天木愣起身，慌忙把手中衣袍递给女帝，还想机灵，一会儿下去领赏。这是误会，陛下您信吗？眼看女帝要叫出声，叶天快步上前捂住女帝的嘴。陛下，你听我狡辩，陛下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此事吧？把此事闹大，丢的可是皇家的脸啊！混账！
私闯寝宫，该当何罪？陛下，我是为了救您。救朕便是这般救的。陛下，您听我解释。叶天清了清嗓子，拱手狡辩。我刚刚在皇宫长廊闲逛，却发现有人偷偷摸摸，形迹可疑，于是我就……你就借机偷闯朕的寝宫？叶天慌乱摆手。不，我悄咪咪跟上前，听见有人要刺杀陛下，我心系陛下，这才闯入寝宫。哼，可笑！大夏皇宫乃是禁地，更有重兵把守，谁敢刺杀朕？叶天愣神之时，女帝突然愤怒起身，拔出床前宝剑，一脚踩在叶天胸口。反倒是你，长得一张猥琐面孔，怎么看都像刺客。陛下，我说的都是真的。没等叶天狡辩，女帝挥剑就砍，而从小被人砍惯的叶天熟练躲闪。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你妈！老子再也不当好人了。眼看叶天要被女帝送去地府找孟婆喝汤，寝宫外突然传来一阵喊叫，不好，有刺客！护驾了！我去，差点让我痛失亲弟。女帝眉头紧锁，一脸疑惑地盯着叶天。陛下快跑，有刺客！话音未落，一把利刃捅穿丫鬟。贱女人，你跑不掉了！跟我走！你混蛋！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叶天一把抱起傲娇的女帝，跳窗而逃。跑了10万8千里的叶天累得像条狗，停在原地想喘口气。身后的女帝一不留神撞在叶天身上，两人瘫坐在地。寝宫周围侍卫不多，跑到外面才算安全。不过刺客能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这里，必是内贼所为。那你为什么不多搞点侍卫？朕乃女子。叶天搂着女帝的细腰，看着一滴汗珠落在饱满胸大肌上。是不是我太用力？你还知道啊？不知道轻点，都弄疼了。疼！女帝羞恼，一把推开叶天，快走，不许停！正当叶天拉着女帝甩开身后刺客，准备奔向幸福新生活时，转角冷不丁冒出4个光膀蒙面大汉挡住去路。兄弟们，给我抓活的，到时候哥几个一起快活，哈哈哈！叶天攥着女帝的小手，警惕地看着前后逼近的刺客。就在叶天不知如何是好时，快递箱从叶天脑中闪过，叶天立马带着女帝越过栏杆，直奔小屋。不往宫外跑，带朕来你屋子想做什么？叶天喘着粗气，抬头看向女帝微微敞开的胸口。你想干嘛？朕可是95之尊，生死关头，难道你还想轻薄于朕？信不信朕砍了你的狗头？哼！哎呀，我不要啊！被冷落的女帝愣在原地，看着不解风情的叶天埋头在快递箱中翻找。嘿嘿嘿，这波稳了。叶天将防狼喷雾塞到女帝手中，待会我去引开他们，要是有人追你，你就拿它往他们脸上滋。投降吧，没准老子还能给你留个全尸。没等女帝开口咒骂，就被叶天冷不丁压住。叶天见女帝一脸蒙圈，歪头小声提醒：快骂我，演给他们看。杂种、鼠辈、无耻败类、狗日的杂碎，你想干嘛？还不放开朕！我敲，怎么感觉不像是演的？叶天面带谄媚，压着女帝看向刺客头领。大人，我已奉命将女帝活捉。卖主求荣的混蛋！你也是听命于主人？当然。之前引女帝出巡不是刺杀失败了吗？所以大人让我潜伏在女帝身边。你姓甚名谁？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我姓秦，叫爸爸。秦爸爸，哈哈，干得好！我一定在主人面前为你请功。多谢儿子提携，哈哈。叶天猛地推开女帝，大喝一声，吓得众刺客踉跄倒地。跑！救命啊！当心眼睛！啊，我的眼睛！我操！眼看手电行不通，叶天立马捂住口鼻，拿着防狼喷雾对着主人一顿操作。啊，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小样，还敢砍你爹的手电？你怎么不去拼夕夕砍一刀？我呸！救命啊！刺客举刀劈来，女帝慌忙摸出防狼喷雾，对着刺客不要钱的姿势。脱离虎口的女帝转头瞧见匆匆赶来的叶天，兴奋地挥舞喷雾。突然，一白发刺客举剑瞄准了叶天腰子，小心！江璇抱着被救的叶天甜蜜转圈，四目相对，眼中迸射爱的火花。叶公子，你没事吧？多谢江璇将军救命之恩。你们在干什么？听到女帝呵斥声，江璇羞涩松手，面泛桃花的叶天被重重摔在地上。母后，你没事吧？无妨，多亏玄儿的侍卫机智，救了朕的命。儿臣本想去母后寝宫请安，却见一地尸体，料想母后遭遇不测。这时，楚人匆匆赶到，望着地上一众哀嚎的刺客，面色阴沉。没等刺客开口，楚人一剑将其了结。臣救驾来迟，望陛下恕罪。我已经安排好了刺客。我靠，是你这龟儿子！我就说那声音怎么那么恶心呢？陛下，
刺客就是这个龟孙派来的，他们的计谋都被我听到了。大胆，竟敢公然污蔑朝廷命官，找死！女帝见楚人要对叶天动手，急忙开口阻拦。住手！楚家世代忠臣，叶侍卫勿要胡言乱语，朕念你救驾有恩，此事就此打住。叶天一脸不悦地看着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楚人，呲着牙，恨不得将其咬碎成2.5条物。呵，刁民！陛下，蛮族使者来访，约赌3题换3成。属下告退。楚人朝叶天冷哼一声，随后带着手下愤愤离去。朕信叶侍卫，但若未有确凿证据，那狗贼也不会忍。你是女帝，还怕他作甚？母后虽是女帝，但楚家势大，3代从龙，可以说权倾朝野。而且楚家镇守边关，没有证据便拿下他，恐生祸患。女帝欣慰地笑了笑，望着成熟稳重的江璇，不愧是朕的好女儿啊！此时，蛮族使者单手拧着魔方嘲笑一众大夏群臣，众人看着地上的微积分公式，敢怒不敢言。大夏的臣子就这水平，这般简单的算术都不会，哈哈哈！与那为我父王洗脚的夏奴一般无碍。若尔等跪呼我蛮王万岁，再将公主下嫁给王子殿下做妾，这次赌约作罢也可。为何作罢？大夏天威，岂会拒之？陛下驾到！叶天抬眼望向气场大开的女帝，不禁感慨女主具红土，虎视和雄灾。见朕不跪，这便是蛮国礼仪。蛮氏蛮于真拜见女帝。蛮国3皇子拓跋云海见过女帝。不可能，怎么可能又失败？那名为叶天的畜生偷听了我们的计策，救了那女人，如今怕是打草惊蛇了。这大人莫慌，就算怀疑大人，只要没有证据，又能如何？我当然知道，可现在该如何？本将军定要剐了那贱种，让那2个贱人跪在我胯下。主人伟岸，计划还没结束呢。女帝怒拍龙椅，瞪向大放厥词的蛮族使者，让朕的女儿嫁给蛮狗，绝不可能。但若是蛮王的儿子，做我女儿进士的太监，倒是可以。叶天看着面色铁青的拓跋云海，上前一步。没错，就是给我当太监。不过，陛下，我可以不要吗？放肆！什么东西在这里满嘴喷粪？我叫秦爸爸。秦爸爸呀，儿子真乖。反应过来的拓跋云海勃然大怒，欲冲上前教训叶天，却被蛮于真拦下。大夏原来都是这种只会嘴上逞能的垃圾啊！这种废物也配和我们共处一室？无论赌约是何，朕接了。好，女帝霸气。第1题，笼中关有鸡兔2种动物，笼内共有3500只头，9400只脚。问：笼中鸡兔各多少只？我操！女帝光听题目已经晕头转向，一旁的众臣掰指掐算，面面相觑。鸡兔同笼，拿小学生的算术考验干部。诸卿可知答案？大臣慌忙躲闪目光，纷纷把头埋得更低。这什么混账问题，欺人太甚！我看他们自己都不知。啥玩意儿？这平行时空的古代算术这么差？抓3500只鸡，再抓3500只兔子，宰了比对。我操！牛逼，不愧是你！哈哈哈，这就是女帝想的办法吗？若是这样，那35000个头，94000只脚又该如何？陛下，此题颇为简单，回答时限只有半个时辰。一听还有时间限制，群臣大惊。半个时辰，绝不可能。此般数目如此巨大，还简单？我看蛮族实在目中无人。我想起来了，他蛮于真乃是蛮国之狐，1岁10字，2岁10万字，3岁便可倒背4书5经，文才武略无一不精，曾一计灭3城，是蛮国巫祝之子。此话一出，群臣躁动，女帝盯着嚣张跋扈的蛮于真，眉头紧锁。此人乃是大夏之患啊！此题半个时辰确实太长，就连小学生都用不了那么久啊！众人看着一脸不屑的叶天走出人群，满头问号。小学生是谁？难道是未出世的大儒隐士？叶公子，你莫要胡说啊！哎呀，陛下，我知道你是觉得这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太侮辱智商了，甚至连我这毫无功名的侍卫都知道答案，所以不愿意回答。可你蛮国步步紧逼，给脸不要脸。行，我不装了，我摊牌了，这题我来答。你想干嘛？相信我，亲。陛下不可，此等外交大事，他一个小进士怎可胡言乱语？看到你就恶心，还不快滚回你的狗窝去！我可是公主的带刀侍卫。哈，这殿中大臣最差都是5品官员，你区区从8品也配上这大殿，可笑！江璇眼看叶天吃瘪，立马上前维护。楚将军，此事是我允许的，陛下也同意了。祖宗法制，不可不遵。再说这下人若是说错，大夏脸面何在？朝廷脸面何在？楚人一番说教，引来众臣议论。放肆！朝堂之上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叶侍卫，你可原领军令状。
若答对此题，便可上朝议事，皇宫内外进出无碍；若是答错，人头落地，朕也保不了你。担心叶天逞能的江璇赶忙对着叶天摇头，可叶天却咧嘴一笑：小学生问题而已，老子接了。来人，上笔墨。巨幅宣纸在地上铺开，叶天撅着屁股提笔挥墨，3下5除2便写好答案。好久没做了，居然用了30秒，肯定是这笔的问题。顷刻，众大臣纷纷围上前，看着宣纸上的算式，细细查看。鸡2300只，兔1300只，这对吗？不用算了，答案是对的。没想到大夏居然还有你这般能人。不可能，他一个草包怎么会知道？他一定是瞎猜的。叶天看着楚人一脸无奈。爸爸的乖儿子，爸爸只是深藏不露，不像你，全露出来也不过3寸。你什么你？还想对为父动手？本将军砍了你！大殿之上岂容尔等胡闹？楚将军，若有下次，自己去领棍30。是。叶天朝着吃瘪的楚人做起鬼脸。不过最简单的一个问题罢了。阿珍，第2题，油锅捞钱。只见蛮于真轻轻拍手，3个瘦皮壮汉抬着一口冒火的油锅上来。此题很简单，你们谁能如我这般把那3枚铜钱从热油中捞出，便算事儿。此举无异于自残。看来大夏都是一群无胆鼠辈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先贤圣语，你懂吗？没文化的土鳖！蛮于真环视胆怯的众人，将目光锁向叶天。小子，你敢吗？听到蛮于真挑衅的话，楚人立马抓住惩戒叶天的机会。陛下，臣认为让叶天来最好不过。如果死贱民一只手，为我大夏换得一座城池，也是死的造化。女帝皱紧眉头，一旁的江璇紧紧盯着叶天，更是忧心忡忡。这场还是算了，一正一负，未尝不可。笑话，赌的是3题，若有疑问答不上来，都算你大夏输。此话一出，女帝脸色大变，拍案而起。女帝是赌不起吗？若赌不起，认输就可作罢。蛮王还是愿意给女帝面子。朕绝不会输。那这朝堂之上，围着贱民，官职最低，依朕看还是他最合适。叶天刚要开口咒骂，一股酸味悄悄钻进鼻孔。苏卫，难道是？楚将军可是大夏神将，若是连小小的油锅也怕，日后还叫女帝如何放心把兵符交到你手中？本将军的手是为了杀敌灭寇，保家卫国，岂能因这等小事自残？小事就该由小人物做。牙尖嘴利，你不会是不敢吧？若是我敢呢？你要是敢，我就叫你爹。你不已经跪下叫过爹了吗？再说，我可不收楚省当儿子。要不这样吧，我若是能捞起铜钱，你就趴在地上学个狗叫，让大家开心开心，如何？楚人被叶天的话气得差点倒头就睡，慌忙掐住人中站稳身子。怎么样，赌不赌？赌？若是你做不到，本将军正想找这畜生的狗头祭旗。一言为定。话罢，叶天撸起袖子，悠哉悠哉地走到油锅旁，看向咕咕冒泡的油锅。这油锅温度挺高啊，不知道是不是外强中干。叶天瞥见拓跋云海和蛮于真额头冒汗，顿时心中有底。别站着，有本事你捞啊！缩头乌龟，无能的丈夫。叶天猛地一下，将手伸进油锅，顿时发出一声惨叫。叶公子。就在众人担心叶天的手被炸得几分熟时，叶天突然放声大笑，从油锅中捞出3枚铜钱。快拿水来！不可能，如此滚热的油锅，你的手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呀！其实我练过绝世神功，区油锅根本伤不到我，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伎俩。我劝你蛮族以后还是别再卖弄。废物，这就是你出的难题。好，叶侍卫不愧是朕的肱骨重臣。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梦，一定是你耍诈。叶天指了指油锅。楚将军不信，大可亲自一试啊。试试就试试，若本将军若是没事，赌约作废。叶天看了看油锅，莞尔一笑。钱。佩服，楚将军没有神功也敢尝试，厉害啊！被烫的楚人脸上强挤出一抹大笑。要不算了吧，本将军给你赔个不是就算了。楚将军认赌服输，众大臣看着呢。楚人环顾四周，只见众大臣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汪！叶侍卫是吧？好，倒是看了一出好戏。承让也比不过你们啊！油锅里倒白醋，醋比油重，所以醋在下面，油在上面，看着唬人，其实一点也不烫。那楚将军，醋都烧干了，如今锅里全是热油，能不烫吗？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妖术吧？哎呀，被戳穿的拓跋云海一脚踹在鳗鱼真身上，赶紧出题。第3题，象棋。若是我输了，我自绝当场。象棋2字一出，众人相顾一眼，面露喜色。鄙人不才，这象棋略懂1、2。刘大人谦虚了，你可是大夏公认的棋圣，象棋之道未逢敌手。有刘大人在，小小蛮夷，可笑可笑啊！那我倒是想见识见识。刘大人，承让。妙啊，这一手堪称妙手啊！我果然是老了。大夏国手，呵呵，真让本王爷长见识啊！哈哈，阿珍智慧超凡，走一步可看100步，就你个老头也想赢他？一步看100步，怎么可能？哼，大夏之蛙，怎知蛮国鸿鹄？坐井观天的蛤蟆罢了。认输吧，本王还从未见过阿珍输过。下个象棋还让你装上了，老子 AI 在手，看你怎么赢。众人看着刘其胜不甘摇头，准备认输。叶天从口袋中摸出 iPhone 手机，要不让我试试？庶子小儿，象棋之道变化万千，高深莫测，岂还有取巧之道？哦，叶侍卫也会下。下过3次，略懂略懂。叶侍卫，象棋蕴含大道真理，可不是寻常儿戏。叶公子，你不行的，就连刘公沉吟此道40载，都遗憾败北。居然说我不行？若我赢了呢？赢。顿时，叶天引来群臣嘲笑，就连一旁的江玄和女帝也面露无奈。若你赢了，我再送一程；但若你输了，你和本王爷回蛮国当马奴。好，一言为定。你先吧。大臣看着棋局，瞠目结舌。喂，老子擦边视频都刷没了，你到底会不会啊？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被 AI 打败的蛮鱼真嘴角流血，踉跄倒地昏死过去。年轻真好，倒头就睡。此行是小王输了，协议稍后便令人上缴女帝。阿珍受伤，小王告退。拓跋云海背对大殿，低头，脸上露出一丝狞笑。哼，这事儿没完，你们等着。叶京今日为大夏立下大功，朕要重赏。封叶青为正四品御前侍卫总管，侍卫总管，赐府邸1座，赏宝石翡翠100件，黄金10000两。叶天谢过陛下。叶天躺在铺满金玉的床上笑出鸡叫，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叶公子，是我。江将军深夜来访，不知有什么事吗？哎呀，无人的时候，你叫我玄儿就好。叶天望着娇羞的江玄，心脏跳个不停。玄儿，要进来喝口水不？我的水可是进口的。江玄提着木盒刚准备迈腿，却被叶天一把拦住。还是算了，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不好。叶公子所言极是，今夜来此，我是为了感谢叶公子救母后之恩。话罢，江玄从盒中拿出一颗白菜。叶天定睛一看，竟是巧夺天工的翡翠白菜。这是我母后送给我15岁生日礼物，算不得宝贵，还望叶公子不要嫌弃。江玄告辞。错过进口水的叶天，呆呆地望着江玄背影，恨不得把脸扇烂。哎，还是先回去看看爹娘的好，这水日后再喝。叶天提着水果走到病房门口，突然门内传来争吵。你们这群杀千刀的不要脸的混蛋！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住手，王八蛋！叶天刚要上前，却被2个混混一拳撂倒。欠你的钱我都还了，你们还想干嘛？小逼崽子，认字吗？看看这是什么？你当时你就没把欠条给我？刀二狗一把揪起叶天的头发，老子可是诚信经营，还是诚信商家模范代表，在湖里冶炼，信不信老子让你一家一起见阎王？好，我再给你100万，快放了我爸妈！100万？呵呵，明明是1000万！你个生儿子没屁眼东西，你怎么不去抢？我可是守法公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子，老老实实把钱拿出来。话罢，身后2名混混掏出2把西瓜刀，抵在叶父的手臂上，不然我就剁了这老东西的狗爪下酒。眼看刀刃落下，病房房门被推开，刘雪飞如同救世主般出现在叶天眼前。叶先生在吗？我是帝豪御史的刘雪飞。谁让你进来的？赶紧滚，否则老子弄死你！谁给你的狗胆，敢和我这么说话？你 daddy 的，找死是吧？硬茬呀！有本事别走！
刀二狗立马掏出大哥大开始摇人。哼，跟我比人多。小弟，幸福医院404，有人骂你姐。刀二狗一脸嚣张地看着刘雪飞，知道我是谁吗？剑道会会长。知道我找的谁吗？中海的地下皇的。你找你弟弟有个毛用啊！叶先生，你没事吧？今天的事谢谢刘雪飞了，叶天必有重谢。叶先生客气了，宇飞今日就是来感谢叶先生将那块翡翠。刘总客气。小天，他是刘总是我朋友，你们放心吧。虎爷来了，虎爷来了。小娘皮，你那废物弟弟人呢？有种就把他叫来，没准狗腿都吓软了。狗仗人势的刀二狗站在虎爷身侧，嘴角翘上天花板。这就是中海地下世界的王，虎爷还不跪下？虎爷就是这娘们儿。没等刀二狗说完，浑身颤抖的虎爷挥手一巴掌，直接把刀二狗抽成陀螺。想死别带上我！被打懵的刀二狗捂着脸看向虎爷，只见虎爷咣当一声，双膝着地。姐，小虎，没想到啊，他居然是你养的狗。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养的狗骂你姐，还要弄死你姐。哼！姐，奶奶，姑奶奶，敢说我老？刘雪飞收起怒颜，微笑着看向叶天。叶先生，既然他得罪了你，怎么处置看你。要哪条胳膊或者是腿，您开金口，我替您谢了。爷，您看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误会，都是误会。钱我马上退给你。你要打要骂，小刀我眉头都不带皱的，只要爷爷您高兴。法治社会，提什么打打杀杀？谢谢爷，以后上刀山下油锅，爷爷您谨业吩咐。随即，叶天拿出纸笔，写了一张欠条递给刀二狗。签字吧，签了就放过你。这是欠条啊！刀二狗看着纸条上一长串的零，两颗眼珠子瞪得溜圆。我尼玛8个0，比我在11层见过的还要多。怎么还嫌少？王八蛋，你咋不去抢？不可能，我就是死在这，我也不可能签。叶天转头看向刘雪飞，他说他想死，这可怎么办？好说，来人！眼看虎爷要动手，刀二狗慌忙拾起笔在欠条上签字画押。这上面写了1天不还，本金翻倍。什么？刚刚明明没。王八蛋，你阴我！叶天蹲在刀二狗面前，你教的吗？偶像，不还钱也行。猫捉老鼠吗？以前你不是让我天天玩吗？捉到了打一顿而已。等等，我有钱，我现在就还。今天被狗咬了，心情不好，不收。你畜生啊！领了。今天的事还得多谢刘总，叶天无以为报。叶天从怀中掏出一块翡翠，这块玉就送给刘总吧，还望刘总不要嫌弃。又是一块古玉满脸的帝皇翡翠，叶先生，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小意思啊，和我爸妈安全比起来，这不算什么。况且我还得拜托刘总找人平日里多多问候那刀二狗呢。此事好办，那宇飞就却之不恭了。对了，明日有个玉石会，我看叶先生也是爱玉之人，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玩玩。玉石会是每3年，全国各地的玉石珠宝翡翠商人会拿出镇店之宝参加玉石会，夺得魁首的商家可以优先占据最好的市场，一步登天。这玉王的名号价值不可估量啊！那能卖金玉吗？当然可以。那好，我一定准时赴会。儿呀，这是……叶天扑通一声跪在父母面前。爸妈，这是小天给你们买的房，以后你们再也不用省吃俭用了。小天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这些年为难你了。我家小天长大了。叶天拎着黑色垃圾袋刚下车，身旁驶来的迈巴赫挡住叶天去路。瞧瞧，这不是你那初恋男友吗？光哥，人家都忘了那段恶心的回忆了。一个喜欢穿破鞋的和一只哥哥搭在一起，真恶心。王八蛋，你骂我？宝贝，这种屌丝是嫉妒我们。你看他要车没车，要房没房，听说还在送快递，活得还不如我家狗。你拿个垃圾袋，不会是想捡这儿的剩饭剩菜吧？叶天看着司徒光搂住秋雅亲吻，止不住的犯恶心。你装鸡毛啊！他不是你的初恋吗？想当初他主动给你，你都舍不得碰。你是不知道，他真的好润啊！如今叶天心里除了女帝就是江璇，看着眼前花枝乱颤的秋雅，一阵反胃。这高端场所可不是你这种穷屌丝能进的地方。啊，对，高端场所也是你们这2只臭狗能进的。你在狗叫什么啊？司徒光抬手一记耳光，扇得秋雅眼冒金星，一脸懵逼。
闭嘴！你知道他是谁吗？中海土皇帝刘虎，你找死！别带上我。虎爷，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走，我姐等你半天了。虎爷，您是不是搞错了啊？对呀，他就是一个臭屌丝。跪下，掌嘴！我做事还用你教？司徒光与秋雅面面相觑，看着一脸得意的叶天，不知如何是好。哥，明天又得有2个倒霉蛋沉江。此话一出，吓得司徒光血色全无，拉着秋雅立马下跪。别停，但凡没了声响，后果自负。叶哥，那俩货是你朋友？是我初恋和以前的死党，读书时没钱被绿了而已。原来是狗男女，那要不要小舅子我？都过去了。大厅内，参加玉王会的众宾客推杯换盏，侃侃而谈。姐，叶哥我给你带来了，我还有事，晚上不回去了哈。叶先生，玉王会的翡翠珍宝怎么样？大夏的石头都没这么烂的。当然，这次的玉王会可是由我亲自操办的，加上叶先生卖的那块古玉翡翠，今年的玉王我可是很有信心。这时，一身豹纹的王总背着喷气背包，大笑着朝叶天走来。刘总人长得美，讲的也挺美呀。王总这是何意？刘总的那块玉我看了，不错，但也只是不错而已。王总莫非有更好的？也罢，那就让刘总长长见识，省得小年轻一天天印郎自大。性感兔耳娘端着木盘出来，王总掀开黑布，一尊精美的笑面玉佛身散珠光宝气，顿时引来众人围观。栩栩如生，眉形处那抹朱红更是巧夺天工。这雕工定是雕刻大师严老的大作。虽然料算不得极品，但加上严老的雕工，两者相辅相成，乃不是佳作啊！妙妙啊！今年定是魁首无疑了。刘雪飞看着眼前的笑面佛，面色发黑。王总能得此瑰宝，佩服！我输的心服口服。今年就这。你算什么东西？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儿。装逼为你飞起来！眼看王总手拉喷气背包要发飙，刘雪飞慌忙上前拦住叶天。叶先生，玉石界以玉论成败，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王总，叶先生是我的贵客，也请你注意言辞。还有，若是论料，叶先生卖给我的那块玉可是远胜。呵，让他给我的宝贝赔礼道歉。今天的事看在你父亲的面上就算了，不然，哈哈。围观众人听后纷纷点头赞成。烂就是烂，我实话实说，凭什么给他道歉？娃特尤特克鲍特，你懂玉吗？你懂雕工吗？叶天摊手，晃晃脑袋。你不懂就闭上你的狗嘴！此玉可是元老分文不取都要主动要求雕刻的瑰宝。叶天长叹一口气。本来刘总只想拿个一般的玉出来给各位面子，既然你个豹纹阿姨在这逼逼赖赖，那我只好拿出刘总的镇店之宝，给你们开开眼。啊，叶先生，你……刘总，这种小人就没必要给他们面子了，对吧？那倒是拿出来呀，还镇店之宝，说大话谁不会呀？给我20分钟。你小子不会是想跑吧？呵，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我西南黑煞必送你去地府找孟婆。我家狗屋还缺个装饰品，我要是拿出来，你的笑面玉佛就给我的狗子当摆件，怎么样？好，一言为定。随后，叶天把手里的黑色垃圾袋递给刘雪飞，跑出门去。一坤年后，叶天气喘吁吁拎着红色垃圾袋回到大厅。东西呢？小王八蛋，你敢玩我，找死！装逼为你飞起来！等等，要不看看再说。叶天小心翼翼地把红色垃圾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个精致木盒。这木盒是由金丝楠木制成，以古法绘上金漆，而且这雕工是失传的古雕技术啊！天哪，这材料，这雕工，鬼斧神工，神乎其技啊！那笑面佛和翡翠白菜比，简直就是一坨屎啊！首都地宫博物馆国宝也有一颗翡翠白菜，恐怕也比不上这颗啊！哇哦，王八蛋，信不信老子发飙？王总，我看你比较老，给你面，你别给脸不要脸。中海还由不得你随地大小飙，别到时候自己出不来中海跪下来求我。算你狠。叶先生，今天谢谢了。那玉不卖，这翡翠白菜不卖。叶天发觉刘雪飞脸上有些许失落，随即打开黑色垃圾袋，将10枚极品翡翠倒在台面上。不过这些都可以卖，你看看值多少钱，打给我就行。在场众人望着品质上乘的翡翠，一个个被惊得亚麻呆住。这是红霞漫天吧？这是满绿地黄鱼盘，都是无价之宝啊！这些都卖啊？不卖我带来干嘛？不是你说这能卖吗？话音未落，现场宾客如饿虎扑食，一拥而上。我要，我要，我要！别和我抢！今日多谢叶先生，这里有1亿，希望叶先生不要嫌弃。居然卖了一个小目标。那些宝贝现在还在拍卖，我想顺延几天，
价格肯定会更高。这是我私人感谢叶先生今天仗义之恩，互帮互助而已，没必要。光是誉王的称号，我3年就能赚100亿，这点心意叶先生务必收下。拿来吧你！叶天刚要躺倒铺满玉石的大床上嘻嘻哈哈，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叶总管在吗？陛下有请。此时大殿内，群臣正因北境事变议论纷纷，女帝坐在龙椅上愁容满面。别吵了，朕让你们来是商议如何解决，而不是让朕心烦。叶总管道。发生什么事了？北境已7日无军情，如今运粮大军都被周遭土匪劫走，陛下怕北境生变。臣认为北境应当无碍。无碍？北境乃大夏边疆，如今百姓民不聊生，官商沆瀣一气，还敢说无碍？报，蛮国和北莽大军联合进攻北境，北境官员通敌卖国，如今北境大败，宇文大将死守北境内城。但北境官员私通蛮夷，如今北境粮库空空如也。宇文将军飞鸽传书，望朝廷派兵驰援北境。空了，那蛮国王子呢？连夜跑了。快，从皇都周边场库紧急调粮，派兵驰援。大臣惶恐对视。陛下，镇压土匪的大军出发已1日，若追回足需2日。臣愿往。不好了，走水了！叶天与众人慌忙跑出大殿，只见远处冒起滚滚黑烟。何处走水？楚人回神，端正神色，拱手回道：“回陛下，皇都周边场库同时走水。”母后，事情怎会如此之巧？我知道了，肯定是那驱蛮国人干的，暗度陈仓，瞒天过海，声东击西，远交近攻。老子跟他比算数，他跟老子玩计中计。被一连串成语击昏的群臣一脸茫然地看向叶天。先是收买北境官员，掠夺北境粮库，再以赌约吸引陛下注意后安插人手在皇都，让山贼偷袭运粮车，促使陛下派兵，暗地里联合北莽攻城，促成北境无粮，再烧皇都场库。若大夏无粮支援北境，北境必败。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惶恐对视。不知叶爱卿可？陛下，那蛮国之狐可是一个能一介灭3城的人物，而他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只会耍小聪明的山野贱民，也配破蛮国之狐的妙计。长他人志气，又认爹又当狗的玩意。你闭嘴！叶爱卿可有良策？楚人见叶天摇晃脑袋，面露嗤笑。没有良策，但我有粮。无爹无娘的东西，有地吗？连地都没有，说个屁！你哪来的粮？不会是挨家挨户跪求吧？要不给本将军磕几个头，本将军赏你点，哈哈。北境10万大军，哪怕只是1月粮草光吃就是24万担，还不算损耗。一担120斤，300万斤，也就1500吨而已嘛。此为国难当头，诸今可愿为国募捐，朕必重赏。臣愿募捐，可真苦啊，维持家中用度都很紧凑。楚将军可是家中良田万顷，皇都不少米铺，酒楼可都是楚氏产业。那是楚氏的，与我何干？诸位大臣家中难道不是？群臣头顶冒汗，慌忙捂住袖口附和。楚将军所言极是，臣等家中也无余粮。陛下，募捐之事万万不可。若是可以接下给军队供给粮食的单子，我岂不是要暴富了？陛下，我……行了，你这家伙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才当上了官。我们这些老臣都没粮，你个俸禄塞牙缝都不够的废物能干嘛？叶青若能做到官升良品，朕在此良田万顷，翡翠珠玉百件，绫罗绸缎千匹。闻言，叶天瞥向一旁趾高气扬的楚人，正好楚大人家中良田万顷，店铺数家，不知楚儿子可敢与我赌上一赌？听到叶天要拿自己的万顷良田做赌，楚人神色慌张，一时不敢答应。楚将军是不敢吗？可笑，用你狗头赌我的良田店铺，就你也配？你要是不敢就直说，没事儿。上赶着找死。好，本将军今天大发慈悲，成全你，用你的狗头做个尿壶也不错。叶天成功激怒楚人，立马向女帝请辞。陛下，容臣回去准备片刻。此事难于上青天，叶青莫要逞强。陛下，叶天绝不让你失望。1坤年后，叶天拎着黑色垃圾袋走进大殿，众人满脸好奇。废物，磕了不少头就求了这么点。此物名为线面，遇水煮熟就能吃，而且煮后会繁殖，越吃越多，根本吃不完。一面传3代，人走面还在，我就不信还喂不饱你们。叶天将2捆线面倒入热锅中，线面刚碰到热水，立马开始繁殖。嘿，软了，软了。孤陋寡闻，不就是做好的细面条吗？有何稀奇？
楚人吃惊地看着疯狂繁殖的线面，立马拔出宝剑，将大臣手中的碗砍成两半。居然用此等邪物谋害陛下！来人啊！一群侍卫手持长剑将叶天围住。我敲你瓦，哪来的邪物？陛下，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那就是普通的异国面，真不是邪物。放你爹的狗屁！寻常面条谁没吃过？你这面条分明成精，是会动的邪物，给我砍了它！江将军，吃不得啊，那是会繁殖的邪物啊！叶天一转头，瞧见江玄抓起地上的线面，一股脑塞进嘴里。我相信叶总管。叶天看着狼吞虎咽的江玄，鼻头一酸，随即挣脱束缚，捡起地上线面也塞进嘴里。叶总管，陛下若不信，大可叫来太医一验。母后，此线面果真美味。真香！哎，女帝放下碗，看着锅中不停繁殖的线面，满眼惊喜。属实美妙啊，小小一捆，竟能填饱满朝文武的肚子。叶总管，你这线面还有多少？可能送至前线。回陛下，此物保质期有1年多，运往前线绝不会坏。不仅此物，我还有巴掌大饼，吃1块就能管1天不饿。楚大将军，好吃吗？别忘了我了，赌约。即便你能填饱在城几十号人的肚子，但你别忘了，前线将士可有10万余人，我看你从哪拿出10万人的粮食？全军粮食都在我府上，陛下可派人去查看。陛下，真的，叶总管说的都是真的，叶府厂库堆满了此物。叶总管立此大功，朕决定。不好了，楚将军又晕了。叶天看着一言不合就睡觉的楚人，一脸不屑。既然楚将军晕了，朕便派人处理交接赌约之事。不要啊，那可是楚氏数百年的基业啊，我会被我爹打死的。叶总管大功，朕封你正3品大内总管，统管皇宫内外，再赐良田万顷，翡翠珠玉100件，绫罗绸缎1000匹。谢过陛下，陛下，以后大夏的军粮臣都可以供给。甚好，朕会让人和叶青洽谈采购。没想到从小折磨我的线面，如今竟能帮我报复。正当叶天幻想靠线面发家时，一臣子突然开口：陛下，此行前路多难，敌军众多，运粮之人为楚将军呐。母后，楚将军，儿臣愿往。不可，公主千金之躯，北境危险之极，怎可让公主去？我靠，你丫的又不睡了？本将军的武力武略皆不弱于楚将军，楚将军这是何意？臣是关心公主安危，如此危险之事，还是让末将去吧。好了，此事朕自有决断，退朝。退朝！御花园内，女帝和叶天正在亭子里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我去，谁能受得了？朕深夜让叶青前来，是为赔罪。赔罪？今日朕并非不信叶青，只是朕怕了。朕为大夏之尊，所欲行刺足足108次。没事，我不在乎。来，此杯就当朕赔罪。这酒也不够纯啊，还不如我的二锅头。叶天从怀中掏出二锅头放在桌上。陛下要不尝尝我酿的酒？还好我早有准备，如果能得到女帝的称赞，光是卖酒我都能赚几个小目标。哇，这琉璃瓶看着与那日为慕容将军疗伤的瓶子一样精致，如此华美纯净之物装酒，叶青有些奢侈啊。好酒配好瓶吗？女帝端起倒满酒杯，准备一饮而尽。叶天赶忙阻止。此酒很烈的。天下烈酒，朕一直喝亦无妨。360分钟后，女帝喝得眼神迷离，一把抓住叶天的手。叶爱卿，真糊涂啊！这才2两就不行了。叶天把醉醺醺的女帝放在床上，刚想离开，却被女帝一把拉住。叶青，朕的身子好看吗？陛下醉了。朕酒量可好了。叶冷，陛下。母后，我能进来吗？清醒的女帝慌忙推开叶天，整理衣服。轩儿，进来吧。姐姐，你这是喝了多少啊？姐姐，卧槽！小妹，明日可不去吗？姐姐，除了我，您还能信谁？若为凡尘良家女，不做皇宫无上帝。当年姐姐初入皇宫，还未被宠幸，后宫便染上天花，先帝与一众妃嫔都去了，独留姐姐一人。若不是姐姐谎称怀有身孕，被太上皇赦免，姐姐也定被赐死。我就说女帝看着也不大，原来是大姐姐。是啊，也恰逢阿母怀孕，才悄悄抱你入宫混过这一关。我俩相依为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能不去吗？妹妹，姐姐，我答应你，我一定活着回来。听见江玄离去，叶天赶忙钻出，看着眼前眼眶红润的女帝。陛下，朕乏了，叶青退下吧。遗憾退场的叶天躺在金玉床上辗转难眠，正回味女帝醇香时，门外的江玄叩响门栓。叶公子在吗？
靠，老子要被这姐妹俩吓坏了。叶天刚刚打开大门，江璇却径直扑进叶天怀里。叶公子，明日我便要出发。一路顺风。误以为叶天对自己无感的江璇顿时眼眶红润，准备离开。哎呀，我喜欢你，璇儿。我也是。历经749次运动后，叶天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现实。叶天担心江璇上战场遇难，立马打电话给刘雪飞，准备搞点黑科技。刘总，我现在需要一件防弹衣和防弹头盔。啊，好，没问题。小虎那有几件，都是3级甲，10分钟立马送到。璇儿，等等，我有神兵送你，必保你大胜。哦，神兵利器。叶天猛地一回头，竟发现女帝冷不丁站在身后，心虚叶天慌忙收起脸上的爱意。陛下，你差点给臣下跑了。这是刀枪不入的无敌黑甲和无敌头盔。江璇接过黑甲，好奇地敲了敲，这东西都不是铁，能比得过甲胄？当然。你们若是不信，咱就试上一试。要不还是算了吧。你放心，大胆砍，实践出真知。叶心，这还没劈呢。叶天看着女帝尴尬一笑，突然江璇挥刀不要命地砍在叶天的3级头上。叶公子，你怎么样？叶天晃了晃脑子，抖出一斤水。昨天没睡好啊，用点力啊。我没事。没等叶天站稳，江璇挥舞着大宝剑在3级甲上疯狂挥砍。看看，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就是来自21世纪的降维打击哦。谢谢叶总管。若小你大胜，朕地重赏。不知此神兵宝甲叶青可还有多余的？叶天摇了摇头，有，但不多。无妨，此神兵世间少有，属实正常。再多1-2件也是极好。也就几万件吧。几万件？陛下，此物的造价可是不低，所以无妨，朝廷会拨款采购。金玉宝石、名贵树木宝贝都可，不收银子和铜钱。陛下，我还有一毁天灭地的武器，但价格也不便宜。果然，女人的钱就是好赚。叶天马不停蹄返回现实，立马拨通刘雪飞的电话。刘总，大生意，给我整几把 AK，再批发几箱来福。我和我兄弟准备把真人 CS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还有，再多来几万件3级头和3级甲，不用包装，越简陋越好。叶先生啊，我们 A 国只送快递，不卖炸药啊。不是，我兄弟是个游戏迷，一直想搞个真人 CS 比赛，圆了游戏梦。你就帮我圆了我那半截入土兄弟的游戏梦吧。到时候我继承他的遗产，送你一大批翡翠。叶先生，你放心，我绝不会干坏事的。这毁天灭地的武器，陛下若是不信，可以试试。两人齐齐回头，盯向叶天。别搞，我可不想试试便试试，这玩意危险得很。要不换个人来试吧。楚人。楚人扛着 RPG， 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天和女帝。有病吧？大清早不睡觉，让老子给你们摆 pose。陛下，此物只需按下按钮就行了。然后呢？嘿嘿，护住你的老腰，别被后坐力掰折了。我发誓，我这次没坑他，很安全。然后就没了。楚人骂骂咧咧转身，肩扛 RPG 瞄向远处。有病吧？按个按钮，至于吗？眼看楚人将 RPG 对准自己脑袋，准备按下按钮，叶天着急大喊：“你丫的拿反了，快转过去！”啥？太远了，听不清。他好像是说要转过去。巨响瞬间引来一众侍卫与大臣围观。地龙翻身，护驾，快护驾！无妨。这时，楚人的弟弟楚非凡走上前张望，顺着叶天的目光望向不远处的黑烟。我哥呢？你哥是大夏天威神将楚人。楚人2字一出，叶天立马指着远处的黑烟开始哭丧。楚将军不愧是天威神将，为报效陛下，亲自试验最新武器。如今，武器那边烟尘和刚刚的声音，正是楚将军试验武器弄出的动静。楚非凡慌乱看向烟尘，立马跪地仰天嚎哭：“哥，你死得好惨啊，哥！你不去看看，没准还能带着胳膊回家。我乃楚氏子孙，怎可身陷险境？”烟尘散开，楚人衣裳破烂，头顶爆炸头。叶天，我18代毁谤，他这是毁谤，赤裸裸的毁谤了。楚将军大义，为朕测试新的武器，英勇就义，赏银100两。
白两，把我哥当猪肉卖，也不止挣点银子。哥，你死得好惨啊！朱七，先退下吧。叶青献宝有功，待玄儿得胜归来之日，朕弟重赏。谢陛下，那钱1分不少，朕会派人给你送去。这2天，叶天光是卖3级头就足足赚了10个小目标。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叶天决定出门放松，于是拎起塑料袋，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楚家酒楼，准备接盘。客官里面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我是来要账的。要账？从今天起，这家酒楼就姓叶了。靠现代美食美酒赚钱，买古代宝贝再卖到现代，不愧是我啊！姓叶，呵，哪来的狗东西，不长眼睛，跑来楚氏酒楼闹事。话音刚落，只见一群5大3粗的壮汉摩拳擦掌逼向叶天。楚氏酒楼还是你家的？我呸！我还说皇宫跟我姓呢，给我往死打！本想心平气和商量，没想到竟如此蛮不讲理。来人！就在掌柜疑惑之时，一群持刀侍卫闯进大门。你想干嘛？给我拆！侍卫准备动身时，楚非凡从酒楼2楼下来，愤怒地将酒杯摔在地上。我看谁敢！姓叶的，我楚家的地盘你也敢撒野？你哥已经把楚家所有良田店铺都输给我了。楚非凡气愤地将塑料袋撕成碎片，指着叶天鼻孔破口大骂：“陛下手令，叶大人所言皆属实。”听了侍卫的话，楚非凡面色就像吃了10斤奥利给一样难看。把这破店给我拆了，看着就烦。少爷，这店可是咱楚家的。你在教本少做事。姓叶的，只要我楚家在一天，我看谁敢来彭宇的场。滚回家给你哥叔爆炸头吧，老子的生意不用你操心。楚非凡怒摔门板，准备离开。少爷，我家世代都替楚家经营酒楼，酒楼没了，我全家老小怎么办啊？你个下人的死活，关本少屁事，滚开！看你还算忠心，不如以后跟我干，我们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只要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一口汤喝。公子不弃，小人誓死追随。叶天将掌柜扶起。叶公子，楚家这酒楼用料极好，拆了属实可惜啊。土不拉几，没特色。楚家家大业大，日后咱酒楼的生意怕是不好做啊。我的酒女弟喝的都称好，还怕卖不出去？还有，谁说我真指着这小小酒楼卖酒了？1个月后，叶天将原先的红木酒楼直接推平，爆改成了沪上夜店，门口鞭炮齐鸣，站满了2条腿跳舞的兔子。叶天死死盯着看客怀中的钱包，止不住的流口水。少爷，那原本可是咱的酒楼啊，就由这姓叶的胡来。无妨，我还得感谢这个白痴，差点替我除掉楚人。楚人大难不死，算他命大。不过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也配在楚家头上动土的，都安排好了。叶家东北酒楼开业大酬宾，全场酒水免费，咱这儿的节目免费看。来，里面请，里面请。不去，我可不想被楚家找麻烦。公子，这就在叶天犯愁时，四品官员司事柳尚会带着一帮吊儿郎当的衙役闯到门前。看什么看？赶紧滚！再看，老子把你们都抓进大牢！溜了。大人，楚家权势通天，您怕是惹错人了。怕个锤子，女帝才是大夏最屌的。叶天挺直腰杆，走到叫嚣的捕快面前。来者是客，知道本店二锅头味道最纯正，你想喝也用不着赶客吗？谁想喝你的马尿？少废话，叫管事的来。住嘴！这可是大夏正3品，虽然这小子穷的只能吃楚氏的狗饭，但也不是你个小小捕快可以辱骂。大人，大内总管又管不了您，何况小人可是您的手下。对呀，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的东西，给女帝舔开心，狗仗人势当了破官而已。和柳大人这种到处要饭、实打实为民解决钱花不了的大官可不一样。辱骂朝廷命官，按律当斩。少说废话，本官乃4品司事柳尚会，负责市场贸易，例行检查。你开酒楼有贸易凭证吗？店铺地契、酿酒资质、店铺饮食安全证、拍黄瓜食品经营许可证，向本官报备了吗？叶天看着满嘴喷粪的柳尚会，一脸嫌弃，转头与掌柜对视一眼。我操！倒是养了只好狗，可惜不合格。哪里不合格？市场上本官说了算，本官说不合格就是不合格。这大夏可是楚家说了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叶大人。你最好把这话当着女帝的面说。哎，好心当做驴肝肺，给你脸叫你一声大人，你不会当真了吧？和楚家比起来，你简直就是毛毛虫。呵呵，小小楚家也不配跟老子相提并论。
还敢放肆，给我疯了！话罢，身后的捕快立马掏出封条，将其贴在叶天额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嘛。不错嘛，你这条狗都比你家主人通人性。那我们的酒楼疯了啊！我们不都给金子了吗？柳上惠对着掌柜就是一套丝滑小连招，直接把掌柜吓得瘫坐地上。金子哪来的金子？你可知诽谤朝廷命官，该当何罪？现在本官严重怀疑你是杀人犯，带回去大刑伺候。大人，高啊！一条女帝的舔狗还想跟我楚家斗？眼看掌柜要被捕快架起，叶天从地里拔出3米长的刀，拦住众人。你个不洗脸的，老子给你机会，你非不要是吧？叶大人这是何意？天黑路滑，叶大人受点伤可就不好了。你还想打我，就不怕我高举女帝面前参你？柳上惠仰天哈哈大笑，没想到叶大人如此蠢笨，得罪楚家就是得罪大夏所有官员。你觉得有人会帮你吗？我知道你深受皇恩，可你1没证据，2没证人，3不给楚家送毛子，你拿什么参我？叶天猛地抬手，吓得柳上惠一哆嗦。你很会打吗？你会打有个屁用！出来混要有势力，要有背景，你一个小瘪三儿。叶天微微一笑，将手指向蹲在树上，头绑3部 iPhone 手机，身穿吉利服的店小二。我是没势力，但我有证据。大人，这是仙器。没错 ，iPhone 17当狗仔的必备神器。你要是怕被戴绿帽，我可以送你一部。话罢，叶天将 iPhone 手机对到柳上惠脸上，柳上惠看着屏幕中的自己，被吓成王八，缩着脖子连连倒退。这是什么？不可能！妖术，这是妖术！仙人饶命，饶命啊！小小妖术有何可怕？楚家会为我等撑腰。若是把这证据交给女帝，你猜她是朝你8代还是18代呢？叶大人，叶爹，我知道错了，求求您收了神通吧。叶天看着自残的柳上惠，满脸的无奈。日后每逢初1、15就来我叶府磕头，少一天我叫你灰飞烟灭，还不快滚！多谢叶爹，我这就滚。溜了。包子铺前，楚非凡看着夹着尾巴落荒而逃的柳上惠，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手下口中的肉包，狠狠摔在地上。我操！楚二少，刘某怎么说也是4品大官，就是你哥也要给刘某几分薄面。本官在朝中也不是没有打戏，别以为本官怕你。那个柳丝莫气，本少刚刚也是急火攻心，做出鲁莽之事，只是本少不解，区山野界。没等楚非凡说完，柳上惠抬手一巴掌，直接扇在楚非凡脸上。叶大人也是你能辱没的。懵逼的楚非凡当时很懵逼，转头看向柳上惠身旁几个虎视眈眈的捕快，不由得吞咽口水。刚刚楚二少急火攻心之举就算过去了，今后叶大人和楚家的矛盾，本官不会参与。看你蠢笨，便给你个忠告，此事就此打住。毕竟叶大人与我等不同。好得很，想开店，做你奈底春秋大梦。溜了。公子，他们这么一闹，把厨子都吓走，而且楚家放话了，谁敢卖咱酒和食材，就要抽皮拔筋。古代食材又少又贵，哪有预制菜来的划算？放心，我有高科技。真香！真香！天仙楼包间怨气冲天，皇都4大掌柜围坐桌前。他妈的，短3天，那姓叶的在黄州就开了8家酒楼，把老子的客人都抢光了。搞得我现在天天亏本做买卖，连喝酒的我都得请托。我光食材我预定了1年，现在都堆在地窖，都被老苏打包回家了。没办法，叶家的酒好饭好，还有咱金的节目看，关键是价格都比咱低。他开酒楼不赚钱吗？除了酒水，其他食材凭什么那么便宜？凭什么？再这样下去，我只能关店去外地谋生了。外地？那混蛋现在都准备去外地开什么连锁店，要称霸全国啊！什么？真他妈畜生啊！正当众人被叶天的商业版图震惊之时，楚人推门而入。诸位看来深受其害啊！楚某有一计，不知各位可感？月黑风高，杀人放火，以绝后患。那贱民的酒楼，本将军要让他们化为灰烬。听到楚人要动手杀人，众掌柜不由身形一颤。姓叶的狗贼，害我险些殒命，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商场如战场，不是他死就是我活。各位也不想辛辛苦苦一辈子，被各田女帝的舔狗吃得一干二净吧？全依楚将军。你丫的敢烧我房子！不好了，走水了！快来人啊，救救我的房子！叶天手拿灭火器，看着满脸灰尘的众人，又瞧了瞧一旁的小乞丐，知道是谁干的吗？公子，是皇都4大酒楼，他们眼红叶家生意，于是买凶放火。把他们给我带来，我要亲自审上一审。
昨夜我叶家酒楼遇上了歹人，不知与各位掌柜可有关系？顿时，四大掌柜像是被打到麻筋一般，手中的杯子抖个不停。叶大人，某证据的事可不要冤枉我等。就连小孩子都知道玩火会尿炕，我等又怎会放火？好了，别狡辩了，那贼人全都招了。傻子，一群废物！哼，姓叶的，要不是你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我们何至于此？哼，就是大家都是做生意，别仗着有女帝撑腰就把事做绝。兔子急了还会跳舞呢。诸位放心，我知道是楚家让各位做的，不会为难诸位。事儿是各位做，与我楚家无关。若事情败露，让本将军听到楚家名字，本将军不介意送各位和家人地下团聚。不是，是我们自愿的。对。也罢，无论谁做的，这是翻篇了。今日让各位来此是有发财的机会，想给各位。叶大人这是何意？发财机会，你不会要抢我们吧？4名掌柜慌忙护住身上的珠宝首饰，退到墙边，警惕地看着缓缓靠近的叶天。各位都是皇都老字号，人脉颇广，而我觉得钱是赚不够的。拿来吧你！我想成立一个商会，把我的食谱、美酒以及今后的各种东西分享给各位。真的？他妈的，抢了我的玉如意，你还想戏弄我？天下可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不是免费，我要各位每年的3成利。义父。又失败了，楚人羞愧低头，生怕被赵生吃掉。阿仁，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与汝父情同手足，这点小事一而再再而三失败，你那夭折早死的哥哥死得很冤啊！义父，都是那贱民，你处事能成为如今这般，义父不知费了多少功夫。你想当家主，义父帮你；你那哥哥碍事，义父帮你。结果呢，你还找借口跪下。楚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也怪老夫让那小丫头当女帝，本以为好驾驭，没想到却是走了眼，竟是只凤凰。还有你，本以为是为父的左膀右臂，没想到，哎，为父很是失望啊。义父，再给阿仁一次机会。那个小子来历我到现在都查不到，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意思。老夫会亲自去会会。楚人圆润的离开密室后，一黑袍男子从阴影中钻出，走到赵生面前。主人，属下无能，叶天的来历还是没有线索。老夫创立蛛网，可探查天下消息，却查不到这小小数字的来历，而且每次都能破坏老夫的计划。你说老夫是不是老了？主人制造北境动乱，诱骗女帝调查，让楚人刺杀女帝，还将路线告诉蛮国，哪怕楚人失败，也能灭了女帝，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老夫让楚人安排刺客刺杀女帝，无论失败还是成功，怀疑对象都是楚人，再联合蛮国派出使者吸引注意，安插人手，等待放火烧粮库时机。老夫又用养了20年的土匪劫运粮队，杀军粮官引女帝派出军队，再以3分大夏为由游说北莽蛮国出兵。随后派人告诉女帝北境情况，制造动乱，大夏就只能派兵死守，而大夏没有粮草，到最后也只能退守。老夫的间谍就可以蛊惑北蛮和蛮国矛盾，让天下动乱，造成3方大战。如此，老夫身为赵国之主，便能坐收渔翁之利，一统天下。主人妙计。赵生抬起脚底板，一脚扇在黑袍男脸上。妙，告诉老夫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为了那一刻，老夫可足足谋划了30年。叶天，老夫绝不放过你。此时，叶天正与4位掌柜商议，让预制菜冲出亚洲，制霸全宇宙。各位还可以打着我天下第一酒楼东贝的旗号，将美酒美食在各地开分店。如此，即便让出3层利也是暴利啊！除此之外，商会成员会获得我提供的各种新奇物品，各位掌柜也可邀请商家入会，入会费1000两白银。我只有一个要求，我需要金玉宝石、名贵木材优先卖给我。何种新奇物品？能清晰照出人脸的镜子，戴在手腕上看时辰的腕表，能让女子芳香1天的香皂和香水，像这样的物品数不胜数。签约，我现在就签订契约。我先。这下发财了，以后天下商家都属于我叶天商会，天下宝贝还不是任我取？即将凯旋。大圣，我的玄儿回来了。江将军呢？怎么没来大殿？女帝看着叶天欲言又止。江将军他怎么了？江将军不愧是巾帼英雄，大胜北蛮和蛮国联军，可偏偏染上了天花。天花可是绝症，无药可治，传染性极强。雪儿为了大家，将自己锁在房间，禁止任何人靠近。我有办法。听闻天花有救，女帝与御医满脸不敢置信。叶青甲，你真能治吗？陛下，叶大人能治好阳症，属实厉害，但天花可不是外伤，治不好的。天花传染极强，无数医者冒着感染风险近距离观测，
更是以身试毒，才发现预防之术。可疑染天花者，除了挨过去，绝无他法。我小时候染过，如今已经治好了。若真有治疗天花之法，臣愿为叶大人编书立传，让后人供奉。叶天拿着针管出现在江玄房前，可即便叶天把门敲碎，也不见屋内有动静。心急之下，叶天一脚踹飞木门，却瞧见江玄的身子吊在房梁之上。玄儿，屋里不能荡秋千啊！一坤时候，昏死的江玄睁开眼，看着正要下嘴的叶天，满脸羞红。滚！走走啊，出去！没事，傻瓜，你一定会没事的。我染了天花，我不想你看到我这副模样。我能治天花？不可能的，天花是无药可医的绝症。玄儿，连我都不相信了吗？叶天捧起江玄的小脸，用嘴堵住了江玄想要反驳的嘴。被叶天说服的江玄老实的待在床上，露出香肩，静静等待叶天给自己打针。好了。突然，门外一阵骚乱，叶天赶忙趴在门上询问：“你们在干嘛？”叶大人见谅，奉楚将军命，为防止天花传播宫内，封锁寝宫，每日饭食会按时送来。都怪我。二哥，你不是很喜欢江公主吗？让那建明和公主同处一室。区区女子，安可坏我大事？若我为大夏之主，天下女子皆可得。好了，居然真的好了。大战数日的叶天正趴在床上休养生息，突然被江玄的兴奋声唤醒。叶天猛地睁开眼，瞧见恢复如初的江玄在床榻上蹦蹦跳跳。走，快告诉母后，千万子民有救了！快开门，本将军的天花全好了。母后，我好了。玄儿，女帝本想冲上前与江玄拥抱，却被身后大臣拉住。陛下三思。陛下若是不信，大可让御医检查。恍然大悟的女帝连连点头，而一旁的御医却被吓得大汗淋漓。陛下，老臣上有80老母，下有8个月的孩儿，如今刚刚抱上。臣，御医先前不是说无数医者为了天花不惧生死吗？难道你怕了？轻若不去，亦是杀头。御医被侍卫的大刀架住脖颈，硬着头皮走上前。御医撑开江玄的卡姿兰大眼睛一通乱看，竟发现没有一丝病症。好了，居然真的好了！天哪，叶大人真是医圣。叶青，这治天花之药可还有？有，不仅如此，感染过一次天花往后便不会再得。此药不仅能治疗，还能预防天花。一旁的大臣听闻叶天手中的疫苗还能预防天花，不禁投来羡慕的目光。叶青可否献药，朕必重重有赏。此药珍贵，臣这一朝廷民意，向叶青采购。臣不是这个意思，臣是想捐一批，以女帝的名义，让柳尚惠和吏部大人负责发送天花泛滥之地和穷苦之地。至于其他的，臣和御医商议，会在各地开药店，治疗天花的药就在其内。甚好，传朕旨意，大内总管叶天屡建奇功，不仅为大夏解决军粮危机，还献出神兵利器，大胜蛮国北蛮联军，又舍生取义救公主，更是解决千古绝症天花，利天下之民，德行兼备，忠君爱国，封瀚海侯。侯爵，没想到我就打个针也能封侯拜爵，爽！义父，那建明官职越混越大，还声名大噪，女帝也对他越发偏宠，明谋暗算人祸都被他躲过，现在该怎么办了？义父，阿仁要稳重，你放心，老夫调查过，那小子从不做没把握的事，天花奈何不得他，所以老夫早已定好计策。义父英明。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臣有事要奏。昨日天降暴雨，西山一老汉挖出建房，竟在林中挖出一口棺材。一口棺材而已，有何稀奇？可此事与瀚海侯有关。顿时，女帝眉头紧锁。那棺材上内有一石碑，碑上刻有一句话：夜比日月凶星显，天怒山河百姓殃。刘大人是觉得一块石就能让朕治瀚海侯的罪吗？禀陛下，臣也收到消息，昨日南溪发生蚁巢，一条黑路骇人听闻。陛下，今臣刚刚来报东谷之地也发生了蝗灾。陛下，臣也收到消息，北衙役3月无雨，赤地千里。陛下，天降凶兆，不管是真是假也得注意，否则天下大乱了。打瞌睡的叶天已经合眼，丝毫不顾大臣们如何污蔑自己。此事不似人为，内容又和瀚海侯来历和名字相似，而且自从瀚海侯出现，陛下就遇袭，粮草失火，天花四起，北境入侵，这一切太巧了，不是？笑话，这些事哪一件不是本侯解决的？你不信你爹地就算了，还敢给我泼脏水，你个不孝子！此乃上天降下的启示，天是不会有错的。一块石碑之言，怎可妄断叶青之罪？陛下，这都是上天的启示，灾星降世必杀之，否则后患无穷啊！还请陛下斩妖救我，大夏万世之基。还请陛下留下兵饷，平安生灭灾星。
叶天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一众大臣齐齐跪下，只觉好笑。妖孽，你笑什么？就是因为你大夏祸事连连，百姓流离失所，亏你还有脸笑得出来。我笑的是你们的无知、愚昧、蠢得令人作呕。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果然死不足惜。我就问一句，我没出现之前，大夏就安居乐业，没有天灾人祸，四海升平。众大臣面面相觑，说你们蠢，你们还不认？大夏疆土辽阔，各地每年发生的祸事不知有多少，要不要10年内所有发生的祸事都赖我得了？以朝可是百年难遇，那碑文如果是诬陷，以朝也肯定是人为。人为？你何不说天灾人祸都是诬陷你，都是人为？把一件离谱的假事混进几件真事中，以假乱真玩得溜啊！至于以朝，弄点蜂蜜撒在路上，抓以后放置在远处，都能做到，只是费点时间和精力罢了。眼看叶天说的头头是道，要将众人说服，楚人一脚将身旁的青天剑踹出。陛下，此人面相乃英士郎顾，是祸国殃民之相。臣昨夜也夜观天下，此人不除，我大夏必会灾祸连连。你丫的骂谁呢？敢骂老子是司马懿？还有，你嘴里是开了光吗？难道你说谁是大夏之主，谁就是大夏之主？你这是胡搅蛮缠，简直不可理喻。陛下，儿臣也认为此事应当是人为，非叶侯之过。叶侯救陛下，是慕容将军智斗蛮国，提供粮草武器，大胜蛮国北蛮联军，连千万年都束手无策的天花都解决，乃大夏国之栋梁，千古奇才，是我大夏福星啊！报，渭河决堤，大水突发，已淹田地千亩。你说什么？不可能！我老家不是风调雨顺，怎么会发大水？上游大雨期夜，导致渭河河堤决堤。决堤？怎么会决堤？我不是让那群杂碎不能偷工减料吗？王八蛋，该死！那可是楚氏的祖弟啊，他们怎么敢的？都是你这个妖孽！现在连我楚氏祖弟都遭殃了，陛下，快杀了他！他是大夏灾星呐！我一家老小可都在渭河周边啊！陛下，臣恳请陛下立刻派兵驰援，朝中大臣的父母长辈可都在渭河周边。对，陛下，事关百姓生死，刻不容缓啊！就是他，国之妖孽，他才是导火索，不然渭河绝不会决堤。杀了他！此子不死，天下难安啊！妖孽，你还我一家老小的命来！眼看群臣激愤要对叶天下手，女帝赶忙开口：叶卿之事日后再议，眼下驰援渭河才是要事。现如今大夏粮草不足，此前大战人马都在镇守边疆，而且渭河上游大雨，恐怕道路也不好走，运输也是个问题。不知诸卿可有何妙计？挨家挨户都有人，每下派一名青壮服役驰援渭河，人手就够了。粮草不足，就让那些百姓拿出家中余粮就行了。运输困难，可以向百姓征用耕牛啊。楚将军还真是畜生，就你家祖宅，你分币不出就算了，就想搜刮民脂民膏，敢请你老家的是人，大夏百姓就不是人。借，我说的是借，谁说我不出？我和各位大臣出钱买粮还不行吗？普通百姓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哪还有余粮？那就把那些商人抄家，你好像就是整个大夏最大的商人吧？老子凭本事赚的钱，你凭什么抄家？多亏了叶天，朕的内库才富裕了不少。不可，若是这般，恐天下大乱。那陛下有何妙计？若是没有，就按本将军说的办。这不就是水患吗？我来。你有办法说出来，本将军饶你一条狗命。那我不说了。叶大人，瀚海侯，你和本将军不对付，但为何百姓何其无辜啊？别道德绑架！楚将军不是说我是商人吗？那就在商言商，只要楚将军和我做个生意，我就解决水患和粮草。说，楚将军家大业大，金银财宝无数。女帝与众大臣纷纷看向楚人。你胡说，我没有。别紧张嘛，我有一宝，遇水则干，堪比金石，乃至决堤的利器。世间真有此等仙器，那其价几何？1两金，一代宝，差不多5、60万两黄金就能修复河堤了吧？60万？你疯了？抢钱呢？楚将军如此抠门，对得起家乡父老吗？区区身外之物，本将军当然舍得，可如此大的数目，堂堂大夏楚家如此穷酸吗？不是，只是你敢保证定能救渭河水患吗？叶天挺起胸膛，拍着楚人的屁股保证，做不到10倍退还。10倍？你怕是疯了？你拿得出钱？叶大人可真够贪的。楚大人放心，水患不消，不仅我的产业都归你，人头你也可以拿起。好，这笔交易我答应了，但水患必须在7日之内解决。若叶卿真能治理渭河水患，谣言之事，朕定会给叶卿一个公道。此时楚家屋内，一众官员正搂着歌姬饮酒寻欢，嘻嘻哈哈。张知府、刘县令、马交稳，只要各位能协助楚家阻挠那星夜的欺帖，不让他救灾，事成之后，楚氏绝不亏待大家，愿给各位每人10万两。众人相视一笑。楚少放心，在渭河我们就是天，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趴下。对了，还有那些富商，让他们不准开仓赈灾，也不准把粮卖给那些贱民。妙啊！
楚少这是想让那些百姓食不果腹，无力治理堤坝。嘿嘿，那此事就交给我，定不会让楚少失望。换上粗布麻衣的叶天与江玄走在挤满难民的街上。夜郎，由楚非凡出力，我们为何要来此地？攘外必先安内，那府衙华丽，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官，带着一群猪队友肯定输。而且最了解水患情况的肯定是百姓。至于楚非凡，你觉得楚家能有什么好东西？怕是楚人派来监视你我的。此时，人美心善的楚灵芝正在给难民喂药，突然，楚灵芝眼前发黑，猛地晕倒。江玄一个箭步上前接住，此人积劳成疾，稍作休息便好。叶天从怀中掏出一颗糖，塞进楚灵芝口中，却引得四周路人咒骂：混蛋，快放开灵芝仙医！你要对灵芝仙医做什么？他们在给灵芝小姐下毒，他们是官府那群畜生，把他们绑起来！大胆！我怎么了？你晕倒了，叶天救了你，可这些人却污蔑他下毒。多谢恩公，他们也是担心我，所以才还请恩公恕罪。闻言，四周路人看着叶天，一脸愧疚。无妨，我是女帝陛下派来了解情况的特使，此次前来就是来调查情况的。你们是女帝派来的特使，我是蔚山寄生堂的大夫，有要事相告。什么？蔚山坝决堤，很有可能是人为破坏。没错，那天下暴雨，我看见有群人悄悄往堤坝上放黑球，那球很恐怖，像打雷一样。黑球还像打雷？难道是我带过来的炸弹？看来这人的身份不简单。这群畜生还趁机打劫，逼百姓卖田卖地卖妻儿，自己天天大鱼大肉，可是的粥却跟清水一样。所以现在堤坝完全没人管吗？谁管啊？该跑的跑，没跑的也要病死饿死了。官府不作为也就罢了，还欺压百姓。灾民食不果腹，没有当地百姓参与的话，只靠咱们带来的人，根本不可能在7天内完成救灾。官商勾结，所有地主富商都大门紧闭，现在只有王家一家开仓赈灾，但也撑不了多久了。楚姑娘和王家可认识？我想拜访一下王家。我与王家大小姐有些交情，可以为叶大人引荐。这时，楚非凡被4、5个老太太抬着轿子出现在叶天面前。哟，叶大人，你行不行啊？不会是不行吧？还是老老实实赔钱吧，600万两。叶大人还真是人傻钱多。不过，若是你能从皇城城门一路3跪5叩到我楚府门口，没准我哥心善，还能给你打个对折。江玄看向叶天，满脸担忧。楚姑娘，若是我能给所有人提供吃喝，且提供比青钢盐更适合堵住缺口的物品，只要他们出力治理水患，可以吗？楚灵芝迟疑片刻，连连点头。那就劳烦楚姑娘帮忙宣传一下，只要来参与赈灾的人，不管男女老少，1日3餐我叶天包了。这位是王氏商行的掌事的王心怡小姐，乃渭河前3的商贾。一见叶天，王心怡立马跪地拜见2人。草民王心怡拜见瀚海侯和公主殿下。快请起，不愧是渭河业绩女子。瀚海侯乃大夏商圣，短短数月便将酒楼开遍整个大夏，更是创立东北商会。小女子早已仰慕许久。江玄见叶天攥着王心怡的小手，一个劲儿的搓，气呼呼的掐在叶天后腰上。王家深明大义，开仓赈粮，救助百姓，是渭河百姓的福分。我王家世世代代生活于此，实不忍百姓受苦，亦不想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听灵芝姑娘说王家不喜欢楚家，还处处被针对，正好我也不喜欢，不如咱俩联手，我愿意帮王家成为渭河最大的势力。楚氏权倾朝野，渭河大半土地都是楚氏的，王家想争也争不过。不过若是能解决渭河水患，让百姓无忧，王家愿意帮助大人。地多产量可不一定多，1亩地差不多都是200-300公斤，也差不了多少。如此产量翻10倍呢？10倍不可能，哪怕是神仙都做不到。是神仙，一个伟大的神仙。总之，我可以提供产量翻10倍的种子，还能提供驱虫草药，促进作物生长的肥料，产量是以前的10倍上下。只要王姑娘把每年卖粮的收益分我几成便可。若真是如此，我同意了。此时，楚非凡正在与数位官员寻欢作乐，突然一名下人闯入。不好了，大人，城内突然出现了许多粮食，免费发放给那些难民。难道是叶天？别急，排队，一个个来，只要干1天活，每个人都能取1斤粮食2两肉，记得去登记拿工牌。叶大人真是大善人啊！对啊，如此白花花的粮食，这肯定是王公贵族吃的吧？居然只要干1天活就能得到，而且还有2两肉呢，这可是过年才能吃得到的。对呀，这还是为了帮我们治理水患。叶大人一定是神仙，只有神仙才那么心善。大人，如今人员充足，大家干活都有力气，堤坝进度十分快，3天内就能堵住缺口。这时，一壮硕难民肩扛6袋水泥路过粮铺，引得围观富商好奇不已。大人，那是何物？居然如此神奇，只需放入水中，瞬间便能结块变硬，比那青钢盐好用不知几何。
这叫速干水泥，主要是用于治理河堤缺口的。还有另一种水泥和泥沙搅拌，便能凭空造物造房，短短数天便坚如铁石，哪怕地龙翻身也不怕。若是为了省钱，还能当做石块粘合剂，效果一样，而且美观无比，是修路造桥、造房和布置景观的神器。富商被眼前的水泥震惊的亚麻呆住。果然如此神奇，不知这叫水泥的东西多吗？叶大人卖吗？价格如何？这样，谁愿帮助治理水患，我就卖给谁，1两黄金100袋。要知道我卖给楚家可是1两黄金1袋。好，我要100两黄金的。我要500两黄金。按照这个进度，不到3天就能完成。不行，那可是60万两啊！3位大人，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破坏他的工程。叶天抱着怀中的江璇，正准备嘻嘻哈哈，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叶天施法。不好了，有人说我们发的粮食把人要死了。什么？杀人偿命，罢工，必须罢工！就是他发的粮食。王八蛋，你简直连那些狗官都不如，还我妻儿命来！我们累死累活治理水患，就为了几口吃的，没想到你还给我们下毒。各位，我叶天发誓，给大家发的粮食绝对没问题。还说没问题，都吃死人了，你哪来的脸说没问题？乡亲们，这些当官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不修了，说什么也不修水罢了。还真以为是大善人，没想到他就是个畜生，比不作为的官府更畜生。眼看灾民暴动，江璇与身后士兵纷纷亮剑。肃静，我是大夏公主，请诸位相信我，我定将此事调查清楚。叶大人是绝不会发放毒粮的。这都死人了，你们还在狡辩，如今还想用武力让我们屈服？你们一群不知人间疾苦的皇室，怎么可能管我们穷苦百姓的死活？就是他们只知道把我们当作牲口使唤，还给我们喂牲口都不吃的毒粮，不想被饿死、毒死的，不想被狗官欺压的，就跟我冲！顷刻灾民躁动，举着棍棒冲向士兵。楚灵芝见势不妙，立马爬上水泥堆。各位乡亲父老，能否听灵芝一言？大家冷静，是小医仙，小医仙有话说。众人像是被南宫问雅摸了头一般，瞬间呆萌，眼神清澈。乡亲父老，听我一言，这次以工代赈，我也参与了，我可以替叶大人做保证，叶家粮食绝对没有问题。楚仙一在蔚山行医10年，所行善事大家有目共睹，他绝不可能帮官府。灾民听后纷纷点头。那是以前，现在你和叶天那个狗官是一起的，肯定是把我们卖了讨要前程。昧着良心的话，我不信。不可能，小医仙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敢污蔑他？就是小医仙开的济生堂，隔3差5就义诊，从来不骗钱。小医仙的人品是有目共睹的。马家家仆瞬间哑火。如果大家相信我，那就让我检查一下粮食。如果真是粮食问题，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灾民们满眼纯真，盯着全身发光的楚灵芝纷纷点头。谢谢。小女子才要谢谢大人，如果不是大人，蔚山早已饿殍遍地。大家请看，这些粮食可都是极品粮食，能拿出这种粮食赈灾，怎么可能会下毒害人？而这些生病之人大多是感染风寒，与叶大人的粮食毫无关系。我看此事多半是有人从中作梗。叶大人一心为了百姓，赈灾的粮食也是他自掏腰包，修筑堤坝也是为了大家。大家说他有必要给大家下毒吗？灾民听后惭愧不已，纷纷下跪，唯有2名马家家仆傻愣愣站在原地。抓住他们！他们就是妖言惑众、居心不良的贼人，就是他们制造谣言，阻止修筑堤坝。还想跑？你跑一个试试！叶天看着俘虏腰间露出的马家腰牌，心中已然明晰。马校尉，现在该和那群狗官好好聊聊了。此时的楚家祖宅院中，楚非凡正与几位大人饮酒作乐。还是知府大人足智多谋，想必叶天那剑种此时已经被那群暴怒的贱民撕扯渣了吧？楚少谋在。除此之外，本知府再让人混入修筑堤坝灾民的队伍搞破坏，到时候他修筑堤坝之事定会功亏一篑。而且我们还能下药，让那群贱民拉肚子。对极了，本校尉到时还能拉壮丁，让那贱种无人可用。突然，马校尉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几人慌忙转头，瞧见叶天一脚将大门踹成豆腐渣。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各位利国利民的本事没有，阴险毒辣的手段倒是层出不穷啊！放肆，此乃府衙重地，岂是你能进来的？来人呀，给我拿下！别好了，你的人都被抓起来了，简直是无法无天，私抓朝廷公务人员，辱骂朝廷大官，是谁给你的狗胆？信不信本官诛你9族？女帝陛下给的胆够吗？带上来！2名假扮灾民的俘虏被士兵押到几人面前，他们都已经招了，欺压百姓，面对水患无作为，
只顾享乐，还派人散播谣言，引起百姓暴动，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区区贱民的话怎么能信？对，诬陷朝廷官员可是重罪。你有什么证据吗？人证物证俱在，给我把他们都带走。三位大人慌忙盯向一旁的楚非凡，别看我，此事和本少无关。眼看自己被楚非凡算计，马校尉刚想开口辩解，却被楚非凡的香港脚塞住大嘴。楚少，一群为官不仁的畜生，本少羞于尔等为伍，来人，给我丢入大牢。楚二少，如今堤坝即将修好，别忘了你楚家的承诺。叶钦就渭水大功，赏。陛下，可否赏在下犯言的资格？可以。陛下，不可啊！盐乃国之重本，他这是在窃国之根本啊！陛下，我卖的盐不仅精细，而且贼拉便宜，可以让整个大夏从此不再缺盐。若是为百姓，甚好。必。朕意已决，无需多言。叶青此事要让天下皆知，以此洗刷叶青身上流言。楚大将军，50万两黄金，别忘了哦。小人得知的嘴脸。大人，你让我派人收购蝗虫，再油炸卖给各地富豪，属实高啊！蝗灾不仅解决了，百姓还挣钱了，咱们也挣得盆满钵满啊！低调，低调。对了，一会儿派人去见王心怡，把种子、化肥拿一批给他，让百姓免费使用。还有我的那些地，记得种上我带来的那些种子。大人放心，我这就去安排。椅子上的赵生面色阴沉，看着一脸倒霉相的楚人，气不打一处来。干爹，现在该怎么办啊？莫慌，阿仁啊，你喜欢公主吗？为了干爹的大事，阿仁无心儿女私情。无妨，老夫帮你。手里拎着3只老母鸡的赵生迈进御书房，刚在准备朝女帝行礼，女帝连忙起身上前搀扶。老师，您不在家休养，怎么到这儿来了？陛下，老臣来此是见玄儿立此大功，特来祝福。可玄儿已到桃李之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儿育女可是人生大事啊。老师的意思是，皇城大官都有意让老夫来说玄儿的婚事。老夫和陛下情同父女，玄儿也是老夫晚辈，所以老夫厚着脸皮前来，想为玄儿择个佳婿。这玄儿的事，朕也不好做主，朕要问问他是否愿意。老臣只是说客，一切以陛下为准。玄儿，你愿意吗？不要，母后，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我现在就去让叶郎提亲，母后一定会同意的。此时的叶天正在街上与掌柜为百姓施粥。谢谢叶大善人。叶天赶忙上前扶起，转头看向掌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往后律属于我们叶府的产业，只要他们肯学肯干，就都要。还有，你去建所学堂，我要叶府的孩子都免费上学。21世纪什么最值钱？当然是人，物资粮食现代多得很，所以需要在古代培养一群值得我信赖的人。届时，我便可在古今两界倒卖物资，打造真正的跨界商业帝国，而他们将是我叶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下贱的老鼠总是喜欢成群结队，毕竟都是同类嘛。哟，这不是楚家最丑的楚二少吗？楚非凡听后，眉头拧成8字，一脸不屑地瞪着叶天。小人得志，当狗腿子的一般都不得好死，毕竟主人怎么会把狗的命当一回事？叶大人还需小心啊。楚二少说笑了，我算过命，能长命100岁，不像你短命鬼。没想到叶大人堂堂一品大官，居然还信这种江湖把戏。哎，孙状元，此言差矣。你我皆是读书人，学的是诗词歌赋、四书五经，听的是圣人之言。而叶大人出生山野，无父无母，识字都是个问题，能学些下三流的知识，哄得陛下开心，已经是祖坟烧高香了。他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众人闻言哄堂大笑。听楚少一席话，茅塞顿开，但终归是不入流的小道，迟早祸国殃民啊！对，只有状元郎和楚少这样的读书人，才是大夏的栋梁之才。拐着弯骂我当我听不出来。假设而已，当不得真。难道我说叶大人是狗，叶大人真的就是狗了？傻波一，荒唐！汉海侯拿我大夏侯爵，却满嘴粪臭，定会让天下人嗤笑。你又是什么东西？除了叽叽喳喳就是冷嘲热讽，屁都不是。果然百无一用是书生。眼看状元郎被叶天勒得快要喘不过气，楚非凡上前将2人分开。叶大人这是何意？辱骂天下文人墨客？难道叶大人是想和天下读书人作对？一旁的穷哥们瞧见叶天被围，立马上前袒护，保护恩公。恩公说的对，百无一用是书生。你们每天除了吟诗作对，就是逛窑子，还看不起我们，没我们种粮，你吃啥喝啥？你们这群卑贱的！贱什么贱？我看你们这群没能力，
只会自诩为人骚客的，才是下贱东西。哼，叶大人这么看不起文人，想必一定满腹经纶喽。敢不敢在百花宴上与我们比对对子？从小就不爱看书的叶天一听到对子就头疼，而眼前鼻孔朝天的楚非凡更是惹人厌恶。哼，老子没兴趣。你赢了，他就是你的。真不错，送给雪儿一定喜欢。又给小叶送宝贝，你楚家可真有钱。你输了就大喊3声，我叶天是泥腿子，没文化，敢不敢？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此时打算找叶天娶自己的江璇正在小小的花园挖呀挖呀。你听说了吗？瀚海侯居然逛青楼，左拥右抱的啊！百花楼对吧？没想到堂堂瀚海侯玩得这么花。江璇听后眉头紧皱，刚想询问叶天下落，而2名侍女却不见了踪影。不会的，叶郎不是这种人。大爷，你闻闻奴家香吗？起开，别碰我！被叶天推开的美姬面面相觑。不是比对子吗？我可没兴趣玩这种花里胡哨的。叶大人莫急，这就是对子王今年出的3对，此对巧夺天工，以物喻人，对子王水准更胜当年啊！叶大人可有头绪？没等叶天开口，一旁的孙状元摇着脑袋，率先出口作对：山河本无愁，因不常看。叶大人，这就听傻了，你不会听不懂吧？众人哄堂大笑。青山原不老，唯雪白头。后者更妙啊，不仅育人，更是多了一丝意境之美，妙啊！那可是当今状元。随着楚非凡大手挥动，楼上又落下一副对联。就这，你行不行啊，细狗？等我思索片刻，定会对出。思索？这么简单还要思索吗？印月锦，印月引，印月锦中印月引，月锦万年，月引万年。就在楚非凡被叶天的 AI 怼得差点吐血时，最后一横幅对联落下。调情调心调。不会吧？读都读不会，你真是金科状元吗？就在这时，穿着清凉的性感花魁踩着丝绸从2楼飘下。对子王说了，此对乃是他的巅峰之作，对不出也无妨。听见没？这可是对子王的巅峰之作，我就不信你个连书都没读过2页的蠢货，会念能对得上？谁说我不会读？调情调心调，调调调来调调妙。我不仅会读，我还会对。种花种好种，种种种成种种香。此对一出，整个百花宴陷入一片死寂，就连花魁也被叶天的才气惊得花容失色。哎，可能这就是天赋。拿来吧你！吃瘪的楚非凡将怒火全部发泄在状元郎身上，一脚将其踹出门去。废物！叶公子大才，奴家烹了一壶好酒，叶公子可否赏脸？算了，我就是赚点小物件。花魁见叶天不为所动，晃着翘臀，上前一把将叶天搂进怀中。人花魁都说了，只喝酒，叶大人可不能辜负美人心意啊！就是。叶公子走吧。好香啊！叶天一回头，就瞧见花魁已然褪去长裙，露出香肩，朝着自己回眸一笑。叶公子，奴家更香，要不您闻闻？叶天看着骑在身上的花魁，脑中闪过无数马赛克。眼看花魁撅嘴向自己袭来，叶天慌忙伸手挡下。姑娘万万不可，我可是有家室的人。哎呀，奴家这么美，叶公子难道不想要了奴家吗？不想，你快放下！救命啊！你想干嘛？当然是救命啊，非礼啊！随着花魁一声呐喊，屋门被狠狠踢开，而来人正是江璇。璇儿，你听我说，我只是想给叶公子倒酒，没想到叶公子竟然想脱掉奴家的衣裳，还想将奴家。你太让我失望了。不是。你可真会玩，那我就祝你玩得开心，叶大人。没想到堂堂大夏侯爵，光天化日居然强迫青楼花魁。话语刚落，一群手持大刀的官兵闯进门来。大理寺办案，现在等速退。叶大人，你可知被大理寺抓住，再大的官也没用。楚少好算计啊！法网恢恢，我就不信你今天还能逃得脱。奴家这么美，叶公子难道不想要了奴家吗？不想，你快放下！你想干嘛？当然是救命啊，非礼啊！大理寺何在？诬陷朝廷大官，该当何罪啊？大为军纪，发配边疆。眼看官兵手拿大刀朝自己逼来，花魁被吓得惊慌失措，抱着叶天大腿苦苦哀求：“大人，我错了，是……”闭嘴，贱人！你敢污蔑叶大人，简直罪大恶极，还不快带走！这次算你走运，别有把柄落在我手里。哼！
得知自己被绿的江玄心中五味杂陈，带着怨气一股脑闯进御书房。而此时御书房内，女帝正与赵生攀谈婚事。母后，儿臣同意择婿。成了。叶天拉着一卡车向日葵来到江玄寝宫门前，本想找江玄解释，却被士兵伸手拦下。公主明日择婿，叶大人还请自重。玄儿，这都是误会啊，你听我解释啊。无奈之下，叶天从袖中摸出一锭金子递到士兵眼前。叶大人，别为难小人，小人也是听命办事啊。你刚刚说公主要择婿，是怎么回事？女帝已经颁布旨意，因公主善舞，陛下希望公主能找个有学识的公子，所以从明日以写诗为公主择婿。写诗择婿，这是明日为公主择婿的题目，你莫要让为父失望了。义父放心，阿人定不负义父所托。见楚人离开，躲在暗处的黑袍男悄然出现在赵生身后。大人对楚将军真是爱护。一枚棋子罢了，老夫亲儿子的生死都不在意，更何况他。那大人这是为何？公主与叶天情投意合，若是让叶天娶了公主，其势力便会壮大，妨碍老夫的窃国大计。楚人若是成为驸马，不仅能为我所用，还能让楚人对老夫更为忠心，往后在朝堂身边安插人手也更加轻松。届时整个大夏将被架空啊！大人圣明。大殿内，众大臣为了争夺驸马之位，吵得不可开交。刘大人，你家刘二狗连进士都不是，也想娶公主？王大人，贵公子也是才疏学浅，你家能来，我家凭什么不行？楚将军，你这是？陛下，臣也未娶妻，而且臣与玄儿可是青梅竹马，臣也立誓非玄儿不娶。江玄听闻楚人也想掺和自己的婚事，心头一紧，连忙拽了拽身旁的女帝。放心，他胸无点墨，赢不了。母后，儿臣后悔了，儿臣之前说的都是气话。可朕的话已经放出去了，来不及了。公主择婿大比，现在开始。随着一声锣响，叶天气喘吁吁跑进大殿。等等，我也要参加。他也想娶玄儿。叶大人读过书吗？会写诗吗？还敢来相亲？那也比你这5大3粗、没脑子的莽夫强。哼，本将军学富五车，你个山野之民，恐怕连读书的钱都没有吧？此话一出，瞬间引得众人哄笑一堂。多亏了楚将军赞助的60万两黄金，我以后买书的钱可不愁了。牙尖嘴利的小儿，希望你写诗的时候也能如此。今是玄儿大喜之日，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赶紧开始。行话罢，女帝身侧的太监拿着圣旨走到众人面前。公主择婿大比，第一场以山为题，一炷香内作诗1首。一炷香，这怎么可能？连想的时间都不够。这是择婿还是挑诗匠啊？山外青山亭上亭，雨落声声寄语情。寥寥云烟天上仙，莫忘故人来此间。如何？东篱老翁日无忧，日落东升不知休。南山南山南自语，赏花赏月赏春秋。不愧是状元郎，好诗。叶大人，该你了。好狗不挡道。叶天推开楚人，不紧不慢地走上前，看向一脸愠怒的女帝。当着大老婆的面娶妹妹，我不会被看吧？不管了，总不能让楚人这个瘪三得逞。叶大人读过书吗？肯定没啊！你看说话都是如此粗俗，毫无雅致。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哎呀，楚大人，小人拙作，应该还不差吧？岂止不差，传世佳作啊！以山比喻爱情，仅听一遍都能感觉那可歌可泣的爱情。一旁的楚人听后，面色发黑。一般，跟我写的差远了，连状元郎的都不如。时间到，第一场楚将军叶国师状元郎胜。第二场由朕出题，以月思乡两者合一为题，时间半炷香。半炷香，这也太短了，绝不可能，凑字数都凑不够。这么短时间，哪怕是诗仙在世也做不到啊！听闻作诗时间只有半炷香，状元郎双手颤抖，脑中一片空白。臣做不到啊！怎么，你也不行了？不行就滚远点，别打扰本将军发挥。楚人大笑走到大殿中央，假装沉思，实则偷看写在手上的小抄。举杯对月几多愁，恰是念香万分忧。老大离家30载，不吃香樱泪如喉。众大臣被楚人的诗词所折服，纷纷拍手叫绝。没想到楚将军如此大才，楚将军几顺成诗，全无古人啊，简直就是大夏的文圣啊！诸位谬赞，只是拙作，但肯定比某个除了皱眉连屁都不敢放的人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一出，把没读过书的楚人听得一脸蒙圈。喂，他这诗如何？
流传千古。此诗必会流传千古，以乐祭思乡的诗，再无能与之相比。抄袭？你肯定是抄袭。难道大夏也有李白？楚将军此言可是在诗书上读过此诗，还是听人提过？不可能，臣不说学富五车，但独爱诗词。若诗书坊间有此千古奇诗，臣不可不知。再说，此诗定不是一般人所作，若真有如此才学，早已享誉天下。我知道了，偷题，一定是叶天偷题。楚大人，这可是陛下亲自出的题，我去哪偷啊？题目是陛下和几位大人商讨好的，虽然你不学无术，但经商有道，定是你贿赂朝廷官员，提前得知答案。众大臣听后顿时火冒三丈，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围住楚人。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对大夏鞠躬尽瘁，你凭什么污人清白？就是我等又怎会拿公主的未来开玩笑？你急了，你急了！陛下明鉴，世上岂有人不上学就能在3分钟写千古名诗？谁说我没上过学？那你倒是说说什么学堂？地处何界？诗词名讳？那个，你说不出吧？陛下，叶天偷奸耍滑，作弊欺瞒陛下，还请陛下将他贬为庶民，严查各位大人，以儆效尤。楚将军小题大做了吧？陛下，若是让天下百姓知道卑劣小人靠着偷奸耍滑的手段就能成为我大夏瀚海侯，这让天下百姓如何看待？让天下士子如何看待？等等，你就这么笃定我是作弊？你个山野贱民，根本不配写出千古名诗。敢不敢跟我再比一场？谁输了，谁滚回家种地？莫非他真没作弊？不可能，连堂堂状元都做不到的事，他个乡巴佬怎么可能？他定是在诈我。一旁被污蔑的大臣纷纷盯向楚人。可笑，我会怕你？好，那我们各出一题，让对方作诗如何？好，我先来。以朋友、黄河、劝酒、亲人、月亮为题，写一首感慨人生苦短的千古名诗。这不可能。先不说需要如此之多的内容，仅仅是感慨人生苦短，没有丰富的阅历积累，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还流传千古，楚将军这是摆明的刁难啊！叶大人威啊！就是真把诗仙请来也写不出啊！江玄攥紧拳头，额头直冒汗。叶郎，你可不能输啊！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分分钟就写出流传千古的名诗吗？如果不行，就跪下磕头，我可以大发慈悲，换个简单的。此题非人力所能及，楚将军。陛下，他提出赌约的时候可没说不行。再说，我不是给他梯子下了吗？江玄望着面无表情的叶天，不由得心头一紧。楚将军，你还真是666啊！别嬉皮笑脸，要么下跪认输，要么滚回你的乡下。真巧，刚好老子的灵感来了，取酒来。楚人看着疯癫的叶天，满脸鄙夷。瀚海侯倒是聪明，酒壮怂人胆，喝醉了下跪磕头也不怕丢人。闭嘴，跪你妈个头！要跪也是你给老子跪。叶天摇摇晃晃，又往嘴里灌了一大口。给老子竖起耳朵听好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站在高山之巅的叶天打了一个酒嗝，猛然摔烂酒瓶。五花马，千金裘，后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愁啊！返回现实的众人还沉醉在仙境之中，就连准备吸血的蚊子也被诗文感化陶醉，收起作案工具。如何，楚大将军？抄的，绝对是抄的。不可能，此等千古绝句，哪怕诗仙在世也难得。我不相信，不相信，只要我不认就是抄的。被二锅头灌醉的叶天醉眼朦胧，痴痴地看向江玄。云想衣长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又是千古绝句，这诗定会流传千古，流传千古啊！诗仙降世，大夏之福，大夏之福啊！叶天醉醺醺地走上大殿，拉起女帝的纤纤玉手。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然后呢？然后呢？楚将军，过了今日，朕是不是就该叫你楚人了？陛下，戏言，这都是戏言。朝堂无戏言，楚人，你不会不知吧？无法接受事实的楚人瘫坐在地，四脚朝天，直接晕死过去。既然如此，此次则序。母后，儿臣愿意。就此作罢。如此闹剧，岂能作数？朕罚了，诸位爱卿都散了吧。臣等告退。母后，你若喜欢，让他上门提亲便可。狗男人，你何德何能，让朕和玄儿都倾心于你？谢谢母后。他要是敢，我把他做太监。叶天好似听见女帝的威胁，猛地睁眼。快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我倒是想啊，可……叶青，你非礼朕该当何罪？朕乃一国之君，你若敢不负责……那个玄儿，
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你已是当朝一品大官，财富更是富可敌国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叶天要让大夏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考虑娶妻之事。我不听，都是借口。义父、孩儿，都是那个贱民。叔不可耻，可耻的是认不清自己。你让老夫很失望。义父，帮帮我，孩儿不甘心啊！老夫谋划30载，却因为你竹篮打水一场空，谁更不甘心？楚人猛地抬头，委屈巴巴地看向赵生。是孩儿无能。你还是大夏大将，还有自己的人，改朝换代，黄袍加身，指日可待。造反，做不做看你。希望你不要再让老夫失望了。给孩儿时间谋划，孩儿定不让义父失望。大人，有人来找您，说是女帝大人派来的。不是，我明明没娶璇儿啊，这女帝非要杀我不成？陛下派你来要做什么？叶大人，在下此次前来是为我家大人劝叶大人。劝我？你家大人？我家大人宏图大志，立誓一统天下，而像叶大人如此人才，与我家大人可谓是天作之合啊！天下4国鼎立，你家大人别白日做梦了。我家大人智谋超凡，非凡人可与之并论。若非叶大人，我家大人怕是已经一统天下了。这声音有点耳熟，是和楚人密谋的那个人。叶天从怀中掏出一枚纽扣窃听器。果真？当然，到时候叶大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要的你给不了我。叶大人这是何意？我有权有势，富甲一方，为了你几句话陪你玩命，你想屁吃呢？你拒绝我大人的邀约，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叶天从腰间掏出一把电击枪，抵在黑袍男后腰上。你的语气，老子很不喜欢。再敢瞎逼逼，老子把你腰子电麻。道不同不相为谋，哼！希望你不要后悔。算你跑得快。叶天急匆匆跑到女帝寝宫，打算将贼人谋反之事上报，正巧与女帝装了个正着。叶青怎么不去雪儿呢？还有空来朕的寝宫？哎呀，陛下，叫渊儿，朕叫江渊。渊。没等叶天叫出女帝全名，如狼似虎的女帝一口啃在叶天嘴上。你可要对朕负责。那必须的。雪儿怎么办？这见女帝面色突变，叶天赶忙转移话题。陛下，有人想拉拢我谋反，正是此前与楚人密谋刺杀之人。楚人已不是将军，又能如何？就因为不是将军，我们才要小心。女帝一脸疑惑，转头看向叶天。夺人权势如杀人父母，保不住这小子在背地里想谋朝篡位啊！不可能，楚家世代从龙，朕从未亏待。虽夺了他的将军，但只要楚老在位，他就绝不会。陛下，叶大人家奴宫外求见。意犹未尽的叶天正回味女帝的香唇，墙根处的掌柜突然窜出。大人不好了，你让我再掀起旁听。刚刚我听到楚人今夜联合禁军，欲刺杀陛下，谋朝篡位啊！你说什么？快将手机拿来，我要去见陛下。杀女帝，夺我大夏，楚将将军为伍。杀女帝，夺我大夏，楚将将军为伍。杀女帝，夺我大夏，楚将将军为伍。朕几次饶他狗命，他竟敢如此。楚人狼子野心，居然敢觊觎皇位。楚人的将军之位虽被罢免，但有虎符在手，便能指挥数万禁军。若皇城毫无防备，没准这个大夏怕是要毁在朕手里。我这就把楚人抓入大牢。仅凭此物，楚人是不会认罪的。更何况他背靠楚家，事关君臣之礼。若真如此简单，朕早就把他砍了。难道我们真要等他造反再抓他？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不如将计就计。妙啊！楚人带着侍卫出现在女帝寝宫门前。楚大人，为何夜闯陛下寝宫？贱货，还不快滚出来受死！楚人一转头，却瞧见叶天正坐在椅子上打哈欠。贱民，你为何在此？江渊那个贱货呢？楚人，谁给你的勇气，敢直呼女帝之名？楚人环顾四周，大笑。当然是梁静茹，你个贱民，想好怎么死了吗？你区区一介平民，竟敢威胁本侯，你可知罪？若不是你，本将军亦是一品大将。可你现在不是了。楚人气急败坏，当即拔出腰间宝剑，怒指叶天。哼，一品不要也罢，过了今夜，这大夏便要姓楚。你要造反？我这是在光复正统，让女子当皇帝本就惹后人嗤笑，而我楚人是大夏英雄。恶心，造反都让你说的这么名正言顺。你懂个屁！我楚家世代从龙，明明是他不顾情义，逼我翻脸。
我可没招惹过你，你为何又处处针对我？哼，若不是你，女帝早已在出使北境之时便被我刺杀；若不是你，后宫行刺也必会成功。这都是你一人策划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小贱种，这次没人能保你了。陛下，你听到了？话音未落，江玄与女帝推倒一旁的屏风，缓缓走出。楚人，朕待你楚家不薄，你居然三番五次要造反。为什么？哼，我3次求娶玄儿，你凭什么不答应？我与玄儿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呸！你和蠢货才是天生一对。楚人看着江玄抱紧一旁的叶天，面露悲伤。玄儿，我是真的爱你啊！呸！渣男！江渊，连你一个女人都能当皇帝，凭什么我不能？好的很啊！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知道我的计划，但现在整个皇宫被我包围，看你怎么逃！楚人打了个响指，一众黑衣手下突然从房梁落下。若你将皇位传位于我，看在玄儿的份上，我可饶你一命。给我拿下！你怕不是被吓傻了吧？这儿哪还有你的人？楚人刚说完，一旁的黑衣人反手掏出麻绳，将楚人绑成了粽子。你们疯了！给本将军住手！哼，你当真以为他们是你的手下？这是假死用的血包，到时候让所有侍卫用血包假死，骗过楚人后，再让他们扮作楚人的手下。待楚人闯入寝宫，我就充当诱饵去激怒他，让他说出全部计划。不可，这太危险了。叶青已经立此大功，朕不能再让你涉险。楚人最恨的就是我，若不是我，他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待在寝宫，更不会说出计划。救命啊！没想到最后还是栽在你这个贱民手里。我爹可是镇西元帅，手握重兵，满朝文武岂会信你？哼，你动我一个试试！另一侧的屏风轰然倒地，楚人惊恐的抬头，众大臣赫然出现。他们怎么会？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吧？楚人拼命挣脱，恶狠狠地瞪向叶天。都是你，庶子贱民，你该死，该死啊！真可惜，我会长命百岁，倒是你要去见阎王了。你别得意，我义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义父？这大夏迟早要完，而我的义父会成为大夏之尊。主人，死到临头如果老实交代，看你楚家份上，朕可以留你全尸。呸！贱人，你凭什么当皇帝？你配吗？楚人被侍卫架起，恶狠狠地环顾一众大臣。今日我所遇之事，在场诸位就不怕会成为下一个我？一个趋炎附势的山野贱民，就能骑在我们世家子弟头上？众臣闻言，面面相觑。我是没文化，但如今被称为对子王，更是失先。我所立之功不大，也就救了女帝和公主数次，治疗了杨正、天花，为大夏赚了3场，治理水患，还提供粮草和武器，打败蛮国和北莽大军。你呢？当将军10几年，打过胜仗吗？靠祖宗当个大将军，瞧把你能的！别人是寒窗苦读，你也就投了个好胎。这些天我找到你贩卖私盐、铁骑走私和私通蛮国的证据。你楚家除了为非作歹、欺良霸士，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说，你义父到底是谁？想知道，下辈子吧。被俘的楚人死鸭子嘴硬，打死都不交代。把他给我押入天牢，严刑拷打。陛下，我们要派人去楚家搜一搜，没准会有意外收获。大人，楚人失败了，楚家不宜久留。好一个叶天！大人，这到底是什么？那叶天精通术法，能把过往重现，而且不知从何处弄来那刀枪不入的盔甲头盔，让老夫大开眼界。恐怕楚人失败和此物有关。莫非他真是仙人？老夫的大计绝不允许有人阻挠，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楚人那边已经吩咐下去，过了今晚。不好了，陛下，楚人死了。你说什么？楚人死讯传开，大殿上众臣交头接耳。陛下，您一定要为楚将军做主啊！朕已派人调查。烦死了！陛下，这还有什么可调查的？楚非凡猛地起身，指向一旁的叶天。是他，就是叶天杀了我哥。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要乱说。我昨天晚上可是在忙正事。哎呀，我派人调查过了，你昨夜并不在府，就连你的酒楼也不见踪迹。我哥虽犯了大错，但罪不至死。你就是因为记恨我哥的才华，所以就连夜杀了他。叶天推开满脸鼻涕的楚非凡。大夏有律法，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证据？你一而再再而三羞辱我哥，逼他下跪认爹，还算计他的将军之位。朝堂上下，我哥的仇人只有你，也只有你害我哥。哥，你死得好惨啊！想我楚家3代从龙，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却被一个靠着花言巧语上位的小人谋害，家门不幸，大夏不幸啊！安静，朕可以为叶青作证。昨夜叶青确实没有时间杀害楚人。
他可一夜未归，难道一夜都在？放肆！昨夜朕与叶青商谈要事，见天色已晚，便让叶青在宫中留宿，所以叶青绝不是凶手。万一他假装和陛下商量，之后悄悄派人暗杀呢？不可能，天牢牢头乃是我兵部之人，岂是谁想进就进的？那我哥应该是自杀。若不是自杀，那就是你兵部的问题喽。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杀，毕竟天牢的狱吏可是刑部的人。绝不可能，我刑部的狱吏家世清白，每个人都是千里挑一，但吏部却不一定，毕竟拷问都是吏部负责的，而且他们可以来去自由。可笑，你吏部和兵部的人难道不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瞬间，3部大臣在大殿内吵得不可开交。3位大人，别吵了，此事你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吏部的人难道不是想进就进？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官场真烂透了，关押朝堂官员的天牢，居然想进就进。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眼看女帝龙颜大怒，众大臣纷纷不忿对视。反正我哥的死肯定和他有关，请陛下为我楚家做主。朕会挑选一组精英，对楚人之死进行全方位调查。这队人只听命于朕，暂命名为……这不锦衣卫吗？锦衣卫。楚非凡气愤地指向叶天，叶天肯定和我哥的死脱不了关系，万一他逃了怎么办？这几日叶青就待在叶府，朕会派禁军把守。楚非凡谢过陛下。陛下，叶大人没有犯错，为何要退朝？事情办得如何？先生放心，一切都已办妥。好，你放心，大人一定不会亏待你。以后大夏皇朝，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非凡谢过大人。为了上位，连自己亲哥都杀，楚家还真是一窝畜生。那是何物？母后，你为何？楚家死了人，得有个交代。如果委屈叶天几日能保朝中安稳，有何不可？难为你了，叶郎。你说叶天和女帝通奸？是大人，小人亲眼所见，叶天曾衣衫不整从女帝寝宫出来。我的好徒儿，没想到你玩得这么花，就让那群山贼动手吧。是大人。你们是谁？来人呐，有匪徒进来了！山匪见此人把锣敲得震天响，瞬间被吓得慌了神。这么多人徐夜也就罢了，还人人配了锣鼓，偷油放火。刹那间，叶府燃起大火。放完火的山匪刚想离开，却瞧见数名百姓手拿40米菜刀截住几人去路。王八蛋，你们干了什么？他们是黑风山的山贼。束手就擒吧，别自尽。匪徒摘掉口罩，咧嘴大笑。没想到这贱民居然得到这么多百姓拥护，可惜俺打小被大人收养，必须尽忠。话罢，众山匪一起抹火倒地，引得人群一阵骚动。救大人，快救叶恩人！走水了，救火啊！大人，我终于成功了，可有留下把柄？那些山匪已全部自尽。那就好。有发现叶天身影吗？叶家下人大多从后门出逃，却并未发现叶天踪影。好，这就是不为我所用的后果。仙人也不过如此，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不好了，陛下，叶大人遇袭了，叶府大火，刺客已全部伏诛。听到叶天的死讯，女帝和江璇两人瞬间呆滞，手中马卡龙也全部掉在地上。你说什么？那叶青呢？不可能，叶郎那般聪明，怎么会？火势凶猛，恐怕叶大人已经被烧成灰了。与朕彻查到底，朕要诛他7749族。陛下，有消息了。可是叶青的消息。叶天就在我手中，若是想要你的小情人活命，还请女帝一个人亲自到城南观音庙来，不要耍花招，沿途都是我的人。对了，送女帝一个小礼物，希望你喜欢。他居然知道我和叶天之事。女帝眉头紧锁，颤颤巍巍地打开盒子，只见其中露出一只带血的耳朵。这是……他这是在找死。陛下，叶大人如何了？此事朕自有所断，你退下吧。难道大人的计划失败了？叶天对女帝没有那般重要。若此事让他人知晓，尔等自裁。众侍卫听后，惶恐低头。接下来就让朕一个人去吧。渊儿，你可是大夏之君啊！舅舅，可朕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心有所属的女人。此行凶多吉少啊！朕能做的事，玄儿也能做。日后的大夏和玄儿，就拜托舅舅了。舅舅无能，数次让你身陷险境，却也没能查到幕后之人。但舅舅把朕保护得很好，不是吗？
每次危机舅舅都有应对之策，只是没想到大夏会出了像叶青这等奇兵。舅舅，渊儿去了。女帝推开破烂木门，只见一个头戴头罩的男人被绑在木桩上。陛下，您来了。朕已经来了，还不快放了叶天？不急，再等等。正当女帝准备上前为男人松绑之时，身着夜行衣的江玄从房梁跳出。快把夜郎交出来！玄儿，你怎么来了？陛下。正当姐妹两人疑惑之时，一盏烛灯亮起，背对众人的赵生身着龙袍，双手背后。终于来齐了，好一个痴男怨女啊！师傅，国相，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你，为什么？当初可是你帮朕登上的帝位啊！老夫也没想到，你居然真能当个好皇帝。老夫本想挟天子令诸侯，没想到这皇位，你一个女娃子，居然越坐越稳。我的好徒儿，你背后还有人帮你吧？老夫无数次的暗杀都被化解，此人怕是老夫唯一没算到的。如今的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大的权力还不够吗？哈哈哈！老夫要的四海归一，天下一统，朕要做那千古一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赵生，我很佩服你的野心，但要想天下一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待明日我继承大统，率军一统四国，自然就会天下一统。老匹夫少在这儿大言不惭，快把我的夜郎放了！人可以给你们，只要你交出帝位。没想到你们母女二人竟会喜欢上同一个男人，还真是给大夏长脸啊！你什么意思？眼看自己与叶天之事要被妹妹知晓，女帝不由得攥紧拳头。你不会还不知道吧？赵生，你给朕住口！小渊儿，做都做了还怕什么？不就是和你女儿爱慕的男人私通吗？你胡说！母后，她说的不是真的，对吗？轩儿，姐姐对不起你。听到女帝亲口承认与叶天的关系，江玄如遭雷击，连连倒退。不可能！姐姐，你两姐妹藏得挺好啊，姐妹共侍一夫，哈哈哈，更是佳话。轩儿，有些事朕会和你解释，眼下就叶天要紧。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一旁吃瓜的黑袍男从怀中掏出一道圣旨，将毛笔递给女帝。陛下，请写退位诏书。姐姐，不可啊！若是不写，夜郎恐怕会没命的。冤枉，果然是失误。朕可以签，朕的命你也可以拿走，但必须放玄儿和叶天离开。不，姐姐，我们要走，一起走。江玄猛然拔出佩刀，指向赵生。就在这时，一群黑衣人从阴影中冒出。小渊儿，你是知道我的，只要你乖乖让出帝位，老夫定会给你们一个善终。不要啊！签还是不签？老子终于逮到你了！你没死。看着眼前全副武装的叶天，江玄和女帝不由得对视一眼。夜郎，你不是在那儿？夜郎在此，那此人是？为什么你总要坏老夫大计？赵生不甘地走到木桩前，一把摘掉了男人的头套。楚非凡的脑袋赫然出现。楚二少，果然。老夫很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那是何物？老子会仙术，你忘了？而且我还知道你蛊惑楚非凡杀了他的亲哥哥。为了把我禁足在叶府，你可够狠心啊！幸好那夜我在看动作片，起夜瞧见屋顶火光，要是没拿玉佩返回现代，非找了你这老东西的当。哼，老夫不管你是仙术还是有内应，即便你能从火场侥幸逃生，但今天你们都得死！哈哈哈！我说过我是仙人，仙人又如何？在老夫的弓弩面前，照样会被射成筛子。叶天，老夫看你是个人物，只要你答应效忠老夫，老夫不仅能成人之美，还能让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呵呵，你个老古董还能活几年？我劝你还是回家赶紧找块棺材板盖上吧。死到临头还敢嚣张，放箭！叶天按动遥控器，数架挂着防护盾的无人机挡在女帝和江玄面前。什么东西？给我用刀砍！眼看黑衣人冲向自己，叶天随即从背后掏出真理，对准赵生。大人，时代变了，保护大人。叶天，你总能给老夫带来惊喜，可我不相信你是仙人。叶天吹灭枪口冒出的白烟，面带微笑。没错，我不是仙人，爷爷是21世纪现代人，更准确的说是个导爷。这些也不是仙气，而是科学真理。科学真理，或许再过了1000年，你就能懂我的话了。你的意思是，你来自1000年之后，到如今还在诓骗老夫？黑袍男吹响口哨，门外传来阵阵马蹄声。
叶天，你的武器再厉害，也抵不过老夫人多。整个皇都的禁军在老夫麾下，看你一个人能杀多少？女帝听着不绝于耳的马蹄声，心头直颤。朕愿意拟定让位。赵生，你能放了他们吗？姐姐，不要。迟了，叶天若不能为我所用，必死。呵呵，老婢当，你以为就你有人？赵生疑惑皱眉，叶天拿出对讲机，动手。冲啊！上，救陛下，救大人！上，救陛下，救大人！上，救陛下，救大人！嫡媳，你们这些该死的贱民，你们想做什么？听着庙外传来的枪炮声，赵生一脸懵逼。怪物，那烧火柜是怪物，吃人的怪物，跑啊！混蛋，你到底做了什么？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乃是国之社稷，得民心者得天下。赵大人猜猜，庙外拥护女帝的百姓有没有数千万人？千万人。所以你也想要那地位？我可没你这么下贱，这地位我是为心爱之人所守。老东西，你的好日子到头了。陛下、公主，叛军都已解决。不可能，那禁军可是3000装备精良，以1抵10的精锐。天下无战，横扫四方，千古一帝，志在今朝。大人，快走！都去死吧！救救我！啊！快走！叶天揪着耳朵跪在女帝和江璇面前，说吧，朕和璇儿只能选一个。对，狗东西，没想到你藏这么深。哼，这个我能解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真的，只能选一个吗？对，不然你还真想姐妹通吃。恼火的女帝一脚把叶天踹翻在地。好大的狗胆，信不信朕斩了你的狗头？你舍得吗？而且现在大夏所有产业都是我的人，你斩了我，他们怕不是要造反？狗男人，你竟然敢威胁朕！生什么气啊？我会爱护你们一辈子的。你混账！不要，我才不要呢！哎呀！欢迎世界首富叶天，叶先生上台致辞。这便是大夏商圣诗仙叶圣人，他不仅权倾天下，更是盛世的缔造者，造福无数百姓，是我大夏最伟大的传奇。